难道这一轮的考验便是炼化这天道本源？没错，小友天资聪慧，一点便透。虽说是让你等炼化吸收此物，但也必须决出9个名额进入决赛。虽然几乎每次都筛选不出9人，但至尊会根据自己的判断，提名一些略有资质之人，补足9人之数。好主观的比试。可是前辈，晚辈还有疑问：如果至尊是想广结善缘的话，为何不将这天道本源交于仙魔2道前3的妖孽炼化？有些事以你现在的境界和眼界很难理解。记住，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。往往太早展露锋芒的人，都不会笑到最后。木秀于林，风必摧之吗？前辈，受教了。好了，你也开始炼化本源吧。希望你不要让我失望，也不要让主人失望。是，前辈。这信中的意思，真的是父亲的意思吗？启禀少主，信中内容的确为宗主所书，属下不敢有半点欺瞒。好了，你下去。父亲居然要让我输给江帝爵，而且也让我命令其他魔宗的代表输掉比试，这究竟是什么意思？父亲应该知道，我的天魔神功已经修炼到第7重的境界。自从上次败给江帝爵之后，我便进入深渊魔境潜修，为的就是能在仙魔大比上战胜江帝爵，一雪前耻。可是父亲为什么要让我这样做，也不说明原因。可恶，他老人家到底在想什么？我这个当儿子的完全不能理解。找死！不是让你出去了吗？是你？你怎么来了？怎么，如今你我已是道侣，我就不能来见见你吗？道侣？你本是连万成的女人，被他送给了我而已。而我想要突破天元3境，就必须融会仙魔2道之功法，所以才接纳了你。作为条件，我也答应了你照顾一下你曾经的同门。可你不要以为你能与我平起平坐的对话，惹恼了我，随时可以杀了你。是吗？想要杀我，随时请便。反正我已经被师门抛弃，仙门所唾弃，在世人眼中已经是个浪荡妇人，死与活着又有什么分别？怪就怪你身为仙门翘楚，还如此天真，被连万成所骗，居然相信什么情情爱爱。愚蠢！无论在魔道还是仙道，你都只是个可悲的工具罢了。堂堂天魔宗少主，怎么说起话来像是自嘲一样？我是工具，那你这个天魔宗少主就不是吗？能全凭自己的意志而行事？找死！你敢偷听宗门机密？慢着，我是来帮你的。你不是疑惑你的父亲为何这么命令你吗？我可以为你解答。你最好不是在虚张声势，我给你一个机会，我倒要看看你这个曾经的仙门天骄，如今的残花败柳，究竟有何高见，能揣摩出父亲的心思。人是会成长的，自从被连万成背叛之后，我已经不是曾经的那个我了。而你却没有过这种经历，终究看不明白你父亲的深意。你有没有想过，如果仙魔大比，仙门大获全胜，会是如何一个局面？如何局面？自然是我魔道示弱，仙门崛起罢了，有什么难猜的？哼，这便是你不如你父亲的一点了。你这话如果放在以前还好说，而现在可就不一样了。对于仙道的几个名门，我比你更清楚之间的利害关系。仙魔大比决定了太虚遗迹和10大灵境的所属权，这是无论如何都无法公平分配的。而且如今仙道9门加上一个新晋名门天门，近些年随着高层实力的突破，整体实力都在伯仲之间，谁也无法掌握绝对的话语权，谁都对这些资源虎视眈眈。你大可以想想，如果仙道大获全胜，获得了所有灵境和太虚遗迹的所属权，会发生什么？我魔道实力为尊，因此天魔宗有着绝对的话语权，如何分配并不会成为难题。你仙门那帮伪君子的作风，多半会为了利益厮杀，争得你死我活。
原来父亲的目的是这个，怪不得父亲命令所有魔道宗门近些年招兵买马，不惜花费大手笔收买仙门奸细。原来父亲是想借此挑起仙门内乱，发起战争，一举灭了仙道名门的势力。想不到你一介女流之辈，看得居然比我还要透彻。看来连万成抛弃了你，真是犯了致命的错误。他也的确配不上你。连万成，迟早有一天，我会让你体会背叛的代价。啊，既然我已经是你的女人了，便要处处为你着想，只要能帮得上你便好。哈哈哈哈哈！说得好，今晚你便留下，助我突破境界。讨厌。这天道本源的力量好生精纯，可惜境界达到大能境界之后，就不是靠能量硬推上去的了。不然，若是我将这天道本源尽数吸收的话，不知道能到何等境界。怪不得天骄榜前3的人都直接保送决赛，因为这淘汰赛的机缘对他们而言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一共45人，如今还在吸收天道本源的，仅仅只剩下11人，其中魔道5人，仙门6人，其余的人都已经到达极限，放弃炼化。这林凡看起来还游刃有余的样子，看来他没什么问题了。只是不知道接下来15进5的决赛，他究竟能走多远。每个决赛获胜的弟子可以帮助各自所属的势力夺得2座灵境的所属权，最终获胜弟子最多的势力还能额外获得太虚遗迹的所属权，这对于各自势力未来的发展还是起到至关重要作用的。什么情况？他突破了！这天道本源虽然说力量精纯，但也要吸收1半以上才能突破境界，而想要吸收1半以上的能量，就算是以往最为妖孽的天骄，也要吸收3天以上，这才过了半个时辰，怎么可能？吸收天道本源，完全考验的便是个人的仙元根基是否浓厚。此子年龄尚浅，竟有如此恐怖的仙元，除非他和顶尖强者之间有姻缘联系，否则断然不可能有此等仙元。我是听闻他师承赵嫣然，但仅仅只是师徒关系，是不可能这么逆天的。难道他是大能转世？不然无法解释他的仙元为何如此之强。神清气爽，想不到境界提升的速度竟然如此惊人，这天道本源果然是至宝。你已经将天道本源炼化了？对啊，怎么前辈是有何不妥吗？有没有觉醒什么记忆之类的？比如一些根本不存在但又十分真实的记忆？并没有。这就奇怪了呀，不可能的呀！难不成这小子得到了什么惊世传承？又或者某个老古董、老牛吃嫩草，把这小子收了当赘婿，就凭这小白脸？前辈，请问我是否通过了这次淘汰赛？通过了。这次不多不少，拢共刚好有9人通过了，真是难得啊！既然你已经通过了淘汰赛，我自会将你送出须弥空间，你就静下心来，等待3日后的决赛吧。去吧。是，前辈。怪哉，看来这件事我得上报至尊。不管怎么说，至尊没有看走眼，这小子的仙元强得吓人呢。终于从那鬼地方出来了，也不知道其他人怎么样了。不过也不用担心，第2层的比试只是比试仙元的强弱，并不会对生命造成什么威胁。我还是先回去睡个觉，也许睡醒了就知道结果了。奇怪，我怎么感觉自己被一股强烈的杀意锁定了？对了，我好像有什么事忘了。对了，叶妹还被我绑在天骄阁呢。该死，鬼知道这次淘汰赛居然要这么长时间，开什么玩笑？这么长时间她早跑路了。林凡，我等你等的好苦啊，你可算出现了。我去，我这嘴是开了光吗？说曹操，
你对我做的好事，是时候算算账了。算账？什么意思啊？叶妹，你来杀我，我只是把你绑了起来，并没有害你性命。大家虽然分属不同阵营，本就是敌对关系，我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，你还要跟我算什么账？你最好是只做了这些，你到底做了些什么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想不到堂堂赵嫣然前辈的弟子，竟然会干出如此下作之事，真是……奇怪，我这是怎么了？这种情绪是嫉妒吗？还是愤怒？我堂堂天门老祖，怎么会为了一个魔道小辈乱了分寸？不对，我是为了宗门清誉才会如此生气，绝不是和一个小辈争风吃醋。哎呀，就是这样，没错，都是林凡的错。不管了，林萧晨快到了，先见到林凡再说。你真是……邱他妈的，等等，什么情况？我还没弄明白呢。我又没对你做什么过分的事儿，你也用不着这么斤斤计较吧？你真是太对我胃口了。沙米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其实我中意的就是你这种人呢。怎么样，你不是验过货了吗？啊！等，你这是……哟，还在装清纯呢。其实姐姐我就喜欢你这种口是心非的男人。表面上一副正人君子的模样，实际上心里嘛，姐姐我的择偶要求，一是要比我强，二是姐姐喜欢青涩一点的男人，三是我不喜欢胆小的男人，所以你很合我的胃口。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，但好像这女人的性格有点病态。难道魔道中人都是这种脑子不正常的货吗？怎么样，有没有兴趣和姐姐来一场正邪之间的禁忌之恋？恭喜宿主完成系统任务，叶妹好感度加60，当前好感度60，额外积分奖励加2000。我去，想不到竟然莫名其妙完成了系统任务，这也算意外之喜了。好感度60，看上去这女人说的不像是假话。Oh no！ 我可是有对象的人了，请你不要再迷恋哥。不行，渣男当不得，得想办法婉拒掉他。那个叶妹小姐，我们之间是不是有着某些误会？误会？怎么会呢？你若是对妾身没有意思，又怎么会对我做那种事呢？对了，你们仙门中人喜欢道貌岸然的做派，妾身也不讨厌这点。毕竟像你这样的小男人，或多或少还是要点脸面的。不过姐姐总有一天要让你拜倒在我的16情之下。哼，装矜持是吧？你放心，姐姐有着大把时间陪你玩。你不要过来啊！虽然我玉树临风、风流倜傥、才华纵横，但也不是那种随便的人。我告你非礼啊！林凡，你也不必那么紧张。妾身也并不打算现在就对你做什么，不过你记住了，我盯上你了。下次再见喽。喂，短短数日时间，为何这个女人对我的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弯？难道发生了一些我都不知道的事儿？哼，这林凡真是有点意思。以他的天赋，若是能争取到我们魔道阵营来，却也是不错的选择。既然他对我有那方面的意思，不如将计就计，利用这一点做好文章。我宗老祖与那赵嫣然结怨已久，若是能让赵嫣然的徒弟堕入魔道，不知道他会是一副什么样的表情。况且对于我个人而言，只要我未来的道理比我强，就没有什么是不可以接受的。这都叫什么事儿啊？总感觉自己惹上了件大麻烦。林凡，我的好徒儿，你这是要上哪儿去啊？不对，师傅，我去，不会这么快就摊上大事了吧？您怎么来了？为师此时不来，
难道要等你把为师的老脸给丢尽才来吗？我去，师傅神通广大，难道之前发生的一切他都看到了？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，搞不好某个部位会被物理切割，得赶紧想想办法保住狗命。师傅，我可以解释的。好啊，我可以听你解释，不过得先让为师把气给消了。别，师傅，我这小胳膊小腿的，哪经得起您老折腾，真的会出人命的。废话少说，我只用1/1000的力量，揍不死你的。师傅，那个地方不可以，大雷！我的老腰，我的肾，嫣然，您下手也忒狠了吧！哼，留你一条狗命，你就知足了吧？你在宗门里拈花惹草，我尚且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可你居然搞到魔道中人头上去了，还偏偏是夜魔宗。误会，冤枉啊！天大的冤枉啊！我可以解释。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，若是你不能给我个满意的解释的话，哼哼，后果自负。还好嫣然没彻底失去理智。事情是这样的，所以说为什么会这样，你也不知情？你真把为师当傻子了？为师明明就听到那妖女说你对他做了些什么。所以说我冤枉啊！这中间肯定有什么误会。看凡儿的样子，确实也不像在说谎。好吧，为师自有分断。嫣然，你要干啥？闭嘴！看来只能用法力追溯根源了。嫣然，师尊，你在干啥？看来我真是误会凡儿了。好了，我相信你是清白的了。我就知道嫣然一定会相信我。好了，大庭广众，成何体统啊！我已经知道是一场误会了，你就别伤心了，好吧？话说回来了，你居然突破了境界，想必应该是在仙魔大比中胜出，得到了双尊的好处吧？嘿嘿，这都被你看出来了。怎么样，我进步的快吧？确实进步神速，不过之后的境界并非那么好提升的，想要追上为师，你还得加倍努力。嘿嘿，弟子明白。好了好了，别耍贫了，古灵精怪。我刚刚从你身上推演因果，似乎看到了一些未来不好的走向。这次仙魔大比可能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，你自己要多加小心，我不可能一直罩着你。不好的走向是指什么？我也不太清楚。总之，到了我这个境界，预感一般都很准确。小心驶得万年船，你自己注意，切记一定要保护好我天门弟子的安危，尤其是你自己。赵嫣然，你身为一派之祖，按规矩不得逗留凌霄城，速速离去。明白了，尊者，是晚辈失礼了，见谅。晚辈这就告退。好了，我要走了，记住为师说的话。怪不得本尊半天都没弄明白这小子的仙缘怎么会如此逆天。这小子真有一套，女人缘这么好，跟本尊当年有的一拼了。我喜欢。这么说来，除了陈师兄和灵儿之外，我天门居然有3人通过了。除了我们之外，仙道一方势力还有2人通过了，分别是玉仙门的玉潇潇和道仙门的张元峰。话说回来了，林凡，你气息不稳，似乎是受伤了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只是不足为外人道也。还是讨论下接下来决赛的事项吧。这15进5，具体是要怎么个比法？这决赛自然是擂台性质的。往届仙魔大比一般会决出10个名额，2两进行比试，
这次居然选出了15个参与决赛的选手，这在历届仙魔大比中都是罕见的。我想，这跟近来我天门与赤魔宗的崛起有关。此前魔道那边不过7个宗门，仙道这边9个宗门。随着天门和赤魔宗的实力壮大，有资格参与进仙魔大比，自然要多增名额。确实也有这个可能。15进5，难道是要先从比较弱的10个人当中决出5人，和最强的5人对阵吗？哼，有趣。我听闻天骄榜前任第3是青云宗圣女诸葛玲，可惜此女堕入魔道，不能代表正道出战。而现在的天骄榜第3是原本排名第4的无极门秦岚，靠丹药强行突破境界顶梯而上，根基可能还不如吸收天道本源突破的我们。赵师姐的意思是，此人会和我们这些吸收了天道本源突破的9人进行初轮对决吗？我想大概会是这样。如此一来，正道在初轮比试的优势就非常之大，可以弥补诸葛玲背叛之后双方高端战力不平衡的现状。我想双尊也是基于此点考虑的。不过我天门能有3人通过淘汰赛，也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。否则即使双尊有意平衡，也不是那么简单能做到的。倒不如说是我们的出现，才促使了如今相对平衡的局面出现。林凡师弟说的有理，不管如何，我天门参加仙魔大比的目的达到了，无论是名声还是弟子实力的提升，都远超预期，也算对掌门有所交代了。既然接下来没我和灵儿的事了，我便先带灵儿返回宗门，等待你们的好消息。一路上多加小心。来天嫣然说他有不好的预感，陈师兄和灵儿修为较弱，此时离开这是非之地，的确是件好事。什么？应天晴，你脑子糊涂了吧？你说要让我们所有人故意输给仙门，你最好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应兄，这纵使你天魔宗贵为魔道之首，也不能这样干涉我等吧？邪魔大比的结果干系到10大灵境和太虚遗迹的归属权，将他们拱手让给仙门的人，岂不是？淡定，淡定，诸位，且听我一言。将10大灵境拱手让人，那只是表面上的。至于笑到最后的赢家到底是谁，还说不定呢。哈，应兄的意思是，难道令尊大人下此命令另有深意？有趣，我倒是想听听你天魔宗的计划。没错，我父亲的意思是想借此机会为引，对仙门发起一次全面战争。全面战争？小无极，我认输。怎么这么快就认输了？应该还有别的什么底牌吧？血魔宗不是还有一门能短期内提升力量的秘法吗？薛寒，你为何不用出来和我全力一战？就算使出全力，我也未必是你的对手。你能击败赤劫和万剑心，我没有把握胜你。况且使用秘法对我本源伤害太大，没必要做无谓的逞强。胜者天门林凡。哼，你倒是个明白人。于天下。胜者天门季平。奇怪，他为什么在最后一刻收力了？以他的实力，最起码与我周旋百招不是问题，结果却这么轻易就败了。难道他是被本小姐的王败之气给镇住了？心魔幻剑，虽然说要对你放点水，但做戏要做全套，多少得让你吃点苦头才行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的幻术，同境界的人怎么可能这么快破解？哼，你的幻术的确出众，若不是我得到了真武心经，道心已经凝练无比，否则的话还真有些违和。力之极意！什么？这一拳居然蕴含一丝大道真意！他才刚刚步入大能境界，竟然已经领悟出了自己的道，怎么可能？
将者天门赵月华。看来心魔宗的妖术也不过如此。江大哥，看来这天门弟子的确有点东西。没错，早就听闻天门有教无类，弟子修行以历练为主。这种方式虽然风险极大，但也的确能锻炼出不错的人才。宗门只负责庇护而疏于管教，未必是件好事。天门弟子近些年在外开罪了不少其他仙门，夺人机缘，干涉他宗内政，这种事可不像正派作风。可也没到魔道的程度，不是吗？既然如此，就没必要多做评价。只要他们现在是站在我们一方的就行了。江大哥说的没错。不过，我总觉得有什么不对的地方。虽说天门弟子的确是强于对阵的魔道弟子，可御仙门的御潇潇居然也能轻易战胜月魔宗的月灵，这就很奇怪了。这二人实力明明在伯仲之间才对。今天最精彩的比试，居然是我仙门之间的内对比试。张元峰对秦岚，着实有些说不出的诡异。不知道魔道这圈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？管他呢，结果是好的就行。如今已经是7比3的局面，剩下的5场中至少有2场都是我们仙门之间的内斗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仙门一方保底拿下4个灵境的所属权。只要江大哥你和我有一个能赢了对方，这次仙魔大比我们便是大获全胜。希望如此吧。林凡，我们又见面了。我去，这货居然冲我抛媚眼！妖女啊妖女，软我道心！不行，速战速决！怎么，你舍得对我出手？废话少说，自古以来正邪不两立，出手吧！算了，不打了。什么情况？曲禀尊者，你是知道的，我原本就不是这林凡的对手。如今他又突破境界，这场比试根本毫无意义。我选择弃权。这一点我倒是认同。随你便吧。哼，林凡，就先让你得意一会儿吧。你天门有地境强者坐镇，可是个不错的顶包对象，这也是计划的一环。接下来我就等着看8大仙门和天门狗咬狗的好戏了。鬼夜行！连万成，你的功力怎么还在原地踏步啊？这样可赢不了我。阴阳离火，冲！我输了。可惜，你虽然将天魔神功修炼到了第7重，却无法完全驾驭，被功法反噬。否则的话，我未必是你的对手。可恶！哼，江帝爵，你绝不会想得到，已经完全驾驭了天魔神功第7重吧？刚刚使用出来，只是想看看我是否已经超越了你，没想到你却差点没扛住，我强行收功，才受了内伤罢了。你就好好得意吧。师姐，你怎么来了？是凌霄城那边有什么新的消息传来了吗？没错，千星他败了。败了吗？仙魔大比竞争激烈，败了也不稀奇，只能说他技不如人。这次失败也不全是坏事，好让他收收性子，好好修炼。不，师姐，千星他是被奸人所害，并非技不如人。什么？竟有此事？是何人所为？是这样。可恶！区区天门居然敢对我儿出手！难道他们忘了自己能在仙魔大比上分一杯羹，是因为我万剑门鼎力相助的恩情吗？简直欺人太甚！掌教息怒，还有一件事要向您禀报。昨日仙魔大比已经结束，我仙门势力大获全胜。那天门不知道使用了什么卑鄙手段，竟然有3名弟子在决赛中胜出。大获全胜？怎么可能？
江帝诀拥有先天道体，他会赢我不意外。若魔道一方的连万琛和燕妹2个小辈实力不俗，他们也败了。属下也觉得不可思议。不过按以往仙门之间的规矩，灵境的所属权分配是由仙魔大比贡献最多的宗门决策。如此一来，天门将获得6座灵境和太虚遗迹的所有权，这是万万不可的。竟有此事！哼，当初让天门参加仙魔大比，完全是看赵嫣然的面子。没想到天门的弟子居然如此厉害，失策了。哼，那天门才崛起多久？除了赵嫣然之外，基本都是不堪一击的货色。就算这次他们功劳最大，也没资格独占这些资源。再说了，赵嫣然再厉害，用不了多久便要飞升。当初我等便是看在这一点上，才卖他个情面，以免得罪一位地境强者。不过，在足够多的利益驱使下，以我等的底蕴，一个地境强者虽然棘手，也不是没有对付他的办法。想必其他宗门也不会乐意见到一个新的大宗踩在他们头上崛起。掌教说的没错，速速邀请8位掌教来万剑宗共商对。送君千里，终须一别。江大哥，你我就在此分别吧。林凡兄弟，我还有几句话想对你说。此次江兄和你的2位同门在仙魔大比上表现出色，的确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结果。始料未及吗？或许吧。江兄有什么话，不妨直说。始料未及是好事，可也是坏事。8大仙门允许天门参赛，原本是料想天门底蕴尚浅，应该会被淘汰，可不曾想到天门居然会有3个弟子胜出，拿到6座灵境的所属权。你是说会有人嫉妒我们，从中作梗？我也只是猜测，但愿不会如此吧。我能保证至仙门不参与此事，至于其他的宗门，我可管不了。想必此时双尊已经登临天门，交付开启灵境的钥匙了，暗中或许已经有人有什么动作了。这话从你这个仙门翘楚嘴中说出来，真叫人意外。好了，我会注意的。天塌下来，我天门还有我师父顶着，我相信不会有什么意外的。保重。江大哥，你干嘛跟他说那么多？我有一种预感，总觉得不能与此人为敌。我希望能交他这个朋友吧，他身上有我看不透的东西。能得到江大哥如此评价的人可真不多。掌门，喜事儿，天大的喜事儿啊！是双尊已将灵境的密钥送来了吗？啊，原来您早已知道了。没错，就在刚才，云尊者已与老祖会面，将灵境密钥交付于我天门。这次多亏了凡儿他们争气。掌门，这明明是件大好事，可是您为什么看上去像是有什么心事的样子？唉，大长老，你看的还是太浅了。这件事是喜是忧，还未尝可知。我天门根基尚浅，突然得到了如此莫大的好处，那些底蕴深厚的仙门会坐视不管吗？他们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看我天门就此崛起，与他们共分杯羹吗？这不可能吧？他们不都自诩名门正派吗？难道会为了利益向我天门出手？况且我天门有老祖坐镇，他们不怕老祖吗？他们自然惧怕老祖，否则也不会给我们天门参与仙魔大比的名额。可一旦利益足够，这种畏惧便变得微不足道。要知道，每座灵境中的机缘，可是足以培育一个圣人境强者的。至于太虚秘境，更是有着成仙的机缘在其中。这种机缘，他们岂能甘心被我天门独占？万剑门剑苍月协同无极门无崖子、灵仙门灵天，特来找赵嫣然前辈商议要事。想不到他们居然来得这么快，就这么不加遮掩，急不可耐吗？混账！什么狗屁商议要事！双尊前脚刚走，后脚这帮人便上门滋事，狼子野心，招人若揭，何必再遮遮掩掩？虚伪！掌门，此事不必惊动老祖，让老身去应付他们。且慢，你上前交涉有用吗？他们摆明了不会轻易善罢甘休。我身为天门掌教，不让他们惊扰老祖是我的责任。
还是让我去跟他们交涉吧。晚辈天门掌教李可欣，好快！此人的速度恐怕与我相比也不逊色多少。天门中除了赵嫣然之外，还有此等人物。拜见各位前辈。哦，你便是李可欣。当年你以大能之境力战天魔宗3大天元境长老的事迹，老夫也略有耳闻。今日一见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前辈谬赞了。哼，现在做大的不出来，让小的出来顶着吗？今日我等前来是找你家老祖商谈要事的。一个小小天门掌门也配与我等对话？你懂不懂什么叫规矩？去叫赵嫣然出来跟我们说话。放肆！你是何人？胆敢直呼我天门老祖姓名？我李可欣尊你为前辈，可你别蹬鼻子上脸。家师再怎么说也是你们的前辈，我不懂规矩。我看不懂规矩的人是你吧？你师父难道没教你什么是长幼尊卑吗？你天元3境的修士也敢出言不逊？也好，让我替师尊赵嫣然救下你这个小辈，引我燎原。不好，此人好生霸道，这一招我若不能接住，只怕整个天门都会被这一招的余波摧毁大半。跟他拼了！云力化火，这是仙人手段，小心！诸位驾临我天门，一言不合便大打出手，难道是想和我天门为敌吗？仙人之威，恐不如斯。我甚至都没察觉到他是什么时候出手的。大家不要怕，他赵嫣然还不敢对我们下死手。就算是仙人又何妨？当年的云华道人不也被我们9大仙门联手所灭？就不信他敢以一己之力得罪我们所有仙门。赵前辈，我等刚才多有得罪，还望多多海涵。你便是万剑门的剑苍月吧？你倒是懂点礼数。说吧，这次来我天门造访，所为何事？前辈神通广大，洞悉万物，又何必明知故问呢？呵呵，你倒是挺会说话的。不过我并不吃这一套，属于我天门的东西，我是不会交出去的。今天别说是你在这里，就是你们万剑门的剑无名老儿来了，我也依旧是这个态度。前辈，我等并不想与您刀割相向，只是你天门想吞下这么多资源，未免有些胃口太大了吧？我等也只是想分一杯羹，并没有强占的打算。只要前辈愿意交出太虚秘境和3座灵境的秘药，我等便不再滋扰前辈。胃口太大！自古以来，仙魔大比的胜利果实都是由贡献最大的宗门独享。既然这6座灵境和太虚遗迹的所属权是我天门弟子挣来的，岂有拱手相让之理？换成是你万剑门，你会拱手相让吗？前辈，你的意思是要与我9大仙门为敌吗？少在那跟我扯苦做皮！就凭你一个小小万剑门掌门，也想代表仙道9门？今日我不杀你们3个小辈，已经是格外开恩了。若是再有下次，本座可不会再这么温柔了。这里是距离天门800里外的崖山。这赵嫣然好恐怖的修为，只怕比当年的云华道人还要强悍几分。当年对付云华道人，我等是等到他渡天劫最虚弱的时候，集结6位老祖、数百名天元3境的长老，再将其击杀。如今赵嫣然短期内还不会渡劫，难道我等真要被天门踩在头上？他赵嫣然再强又如何？难道天门所有人都跟他一样强吗？既然他今天已经跟我们彻底撕破脸皮，那我们也没必要装什么矜持了。你的意思是说，让我们对天门的弟子出手？没错，他赵嫣然再强，也终究只是一人，一个崛起不过短短1000年的宗门，就想和我们仙道9门平起平坐，简直是痴心妄想。我就不信他会对自己的徒子徒孙坐视不管。如果他真的那么冷血无情，那他就不会争取灵境的秘药，因为那些东西
对他这个已经半只脚踏入仙人境界的人，根本没有任何作用。哈哈哈哈！苍月道友言之有理，我等这就去通知其他宗门，共同对天门施压，看他赵嫣然能强势到几时。陈师兄，前面就是云影城了，你我二人已经连续赶路多时，不如就在前方稍事歇息，你看如何？也好。不过这里毕竟是万剑门的地盘，从上次暗杀事件来看，那万剑门似乎对我们天门中人并不友善。灵儿师妹，你我务必不要过于张扬，以免惹是生非。知道了，陈师兄，你怎么跟个老父亲一样那么爱叨叨？到底还是10来岁的丫头，玩心太重。等等我，灵儿师妹。什么？你说天门弟子正在云影城中？此话当真？不敢欺瞒掌教，属下的确收到可靠消息，有巡逻弟子在云影城中发现天门弟子踪迹。此二人正是天门3代弟子，我想他们应该是在仙魔大比中失利，所以才提前返回宗门。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那赵嫣然不是嚣张吗？如今他的弟子落到我们地盘上，本宗岂有放过之理？哼，真是天助我也！可是掌教，若明目张胆动了天门的人，岂不与魔道行事无异？传出去，怕是有辱我万剑门名声。况且那赵嫣然若是打上门来，恐怕我万剑宗会元气大伤啊！师姐，看来你近些年不仅修为没有进步，连脑子也退化了吗？属下确实不知掌教心思，还请掌教明示属下。这是我们的地盘，想找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扣下那2个天门弟子，难道是什么难事吗？到时候于情于理，都是我们万剑门站在了正义的一面，懂了吗？宗主果然高明，属下这就安排。小心！啊！什么情况？此地是灵仙门的地盘，怎么会有人对我们发起攻击？仙魔大比已经结束，是魔道杀手干的。况且刚刚那道气息浩然磅礴，看上去像是灵仙门的功法。灵仙门的人为何要对我们发起攻击？大胆！这衣服我在历练的时候见过，他们是灵仙门的内门执事。灵仙门执事？这已经是灵仙门的中坚力量了，他们为什么会拦住我们？此二等已经闯入我灵仙门禁地，速速束手就擒，否则格杀勿论！格杀勿论！诸位道友，我等无意冒犯，这之中是否有所误会？就是，我等乃天门弟子，与贵宗素无恩怨，何必针锋相对？哼！擅闯禁地已是死罪，这无关恩怨之说，而是各大仙门之间的规矩。废话少说，束手就擒，否则格杀勿论。且慢！此地我等数日前还曾路过，什么时候成了禁地？哼！就在昨日，我灵仙门掌教在此发现了玉髓金矿，所以将此地列为禁地，命我等严加看管。昨日？哼！早不进晚不进，偏偏在这时候进，那可真是无巧不成书啊！林凡，你看出什么猫腻了吗？摆明是冲着我们来的。看来江兄说的没错，只是我没想到堂堂仙道名门竟会用如此下作的手段。废话少说，要战便战！正好我还嫌之前和魔道那帮人打得还不够过瘾，看来这下不会无聊了。诸位，这3人身份可疑，擅闯禁地，我等务必今日将这3人拿下，捍卫我灵仙门威严。是。锁仙大阵！不好，这是灵仙门最高等级的阵法，能越级快杀对手。该死，他们玩真的！5位大南境巅峰的强者配合阵法，只怕是能灭杀初入天元境的强者。而且这5人的修为虽然只有大南境，但根基深厚无比。此阵的威能，恐怕我等无法正面对抗。我来。自突破境界后，原本的功法威力都上升了数个层级。一直没有了解自己实力的机会，如今使用圣元诀的副作用，
在承受范围之内。既然如此，趁此机会看看现在到底有多强吧。怎么了，小子？准备破罐子破摔了吗？莫说是你林凡，就算是天骄榜第1的江帝爵，面对我5人合力，也是必死无疑。上教大人早就考虑到这一点了。元绝？什么？怎么可能？这小子怎么会有这等力量？报告，他散发出的灵力过于狂暴，影响了阵法的维系，速速加固阵法。完了！啊，不好！难道他看出了我是5人中修为最弱的？这怎么可能？阵法能将我们5人的血气连成一体，他是不可能知道这点才对。小朋友，本系统这点事还是能做得到的。一拳就击杀了1名执事，这简直是怪物！一个刚刚突破大能境的人，怎么可能强到如此程度？计划有变，必须立刻通知宗门驰援。当你姑奶奶不存在是吧？混账！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刚刚突破的？快说！你明明认识我们，为什么还要对我们出手？是掌门命令。掌门前几日与天门老祖交涉，似乎是吃了瘪，命我等设下埋伏，捉拿天门弟子。饶了我吧，我也只是奉命行事。奉命行事？想不到最先对我们出手的，居然是灵仙们。好一个名门正派！现在该怎么办？林凡，还有这些人要杀了吗？现在我们行踪已经暴露，所有没得到灵境所属权的仙门，应该都会对我们虎视眈眈。他们在老祖那里吃了亏，于是就想捉住我们，以我们来威胁老祖，交出灵境秘药吗？卑鄙！我天门中人也不是那么好欺负的。既然灵仙们不仁在先，就别怪我们心狠手辣。这些人我都杀了。不要！我可是灵仙门执事，杀了我，灵仙门不会放过你们的！废话真多。想不到仙道9门的人居然已经上天门逼宫了。如此看来，我们想回天门，接下来必定是一路艰难险阻。哼，正合我意。我的真武之道就是要从战斗中不断提升突破的。如今以我们的境界，只要来的不是天元境的强者，都足以应对。我想仙道9门就算再不要脸，也不会派出长老级的人物对付我们一群小辈。看来嫣然那边的压力也不小，我得快点变强起来，帮衬一下嫣然那边。如今系统积分值也能再购买1轮道具了，是时候再次提升一下实力了。当前宿主积分2310，系统商城出现限时折扣，是否查看？什么？你说灵儿他们被万剑门的人抓了？是的，而且那万剑宗还放出豪言，说一个弟子拿一个灵境秘药来换，否则后果自负。想不到老祖当初放他们一马，如今他们非但不懂得收敛，反而更加变本加厉。他们这是欺我天门底蕴太浅，想强行霸占我天门弟子在仙魔大比上所获得的成果。老祖还要坐镇天门，我身为掌门，弟子有事岂能坐视不管？大长老，万剑门那边我去交涉，你传书通知林凡他们，让他们务必小心行事。如今他们已经是大能境强者了，我天门3代弟子最强的几人，是时候让他们也独当一面了。可是掌门，您虽然突破到了天元3境的第1境天地境，但以您的修为，只身前往万剑门，恐怕会有不测。老身担心。让他去吧。身为我的弟子，天门掌门，若是此事退缩，将来如何带我坐镇天门？师尊，老祖。哼，有趣。本座算到这次仙儿去万剑门是有惊无险，而且还会得到一位和我境界相同的高人相助，并且此人和我还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这世间达到我之境界之人屈指可数，究竟是何人？是和凌霄双影那般强行压制修为留在这一界的人物吗？我闭关多年，何时与这等人物有过交集？老实点儿，跪下！够了！此2人乃我万剑门贵客，不得无礼，快给他们松绑！
遵命。想必阁下就是万剑门掌教剑苍月吧？你这小子倒是有点眼力见。在下在宗门中负责杂务，一些卷宗情报自是略有涉及，只是晚辈不知道，前辈如果是想让我师兄妹二人来贵门做客，只需吩咐一声便可，又何必如此大动干戈？你看上去像个聪明人，应该不会不明白本座的意思吧？看来晚辈在云影城中听到的流言是真的，不过晚辈没想到，堂堂仙道名门，居然也会做出这样龌龊的勾当。龌龊也好，卑鄙也罢，修行本就是弱肉强食。正所谓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你天门虽在这次仙魔大比中贡献颇大，但想要独吞6座灵境和太虚遗迹的秘药，实在是胃口太大了点。我这也是帮赵嫣然那个老娘们儿消消食罢了。坏女人，竟敢辱骂我天门老祖！大胆！下次再出言不逊，本座便割了你的舌头！哼，没脸没皮的老东西，不敢与我家老祖正面交锋，靠着欺负我们这些小辈耀武扬威，割就割！我天门弟子从不会像你这样的无耻之徒低头。剑掌门，你堂堂一门之主，对一个晚辈几次3分出手，是否有些过分？况且我这师妹性子刚烈，若是把她逼急了，伤了你谈判的筹码，想必你也得不偿失吧？哼，你这小辈说话倒是有一套。好，这次本座便放他一马，免得有人说我以大欺小。来人，带他们下去，务必严加看管。师兄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敌强我弱，只能等待外援。别担心，我相信老祖和掌门会有办法救我们的。而且我们作为谈判的筹码，一时半会应该不会有危险，反而会被好吃好喝的招待着。那就吃穷他们，反正没把我伺候好，我就自觉不折腾死他们，也要让他们掉层皮。我们已经避开了灵仙门，接下来便是万剑门的地盘了。这一路上有惊无险，总算是安全抵达。不过万剑门的附属宗门剑宗耳目众多，我等想要经过万剑门的地盘，只怕不会那么简单。是大长老的密函，上面都说了些什么？信上说灵儿和陈师兄已经被万剑门所抓，掌门师尊已经只身前往万剑门营救。大长老命令我们隐匿踪迹，尽快返回宗门。什么？陈师兄他们被抓了？竟有此事？掌门师尊一人前往万剑门，恐怕危险重重。这毕竟是有关天门脸面的事儿，无论是为了同门情谊，还是嫣然的脸面，我都不能置身事外。季平，你和赵师姐先走，我去万剑门一趟。林凡，你是想去帮掌教师尊吗？我跟你一起去。不，季平，你去了也帮不上什么忙，反而会成为掌门师尊的累赘。现在不是逞能的时候。季平，你我相处多年，我相信你在这个时候会做出正确的判断，所以也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和掌门师尊一起，带着灵儿师妹他们一起回天门的。好，我相信你。不过你可千万不能出事，否则的话……那就这么说定了。我们接下来兵分2路。林凡，一定要平安无事的回来。哎呀，宿主看来遇到了麻烦啦。少在那说风凉话了，系统。你要是有时间调侃我，不如帮我想想法子。我之前就说过，我是系统，不是你爹妈。想要变强，拿积分来换。不过你不是已经下定决心用修为复制卡来救出你的师兄妹们了吗？我可警告你，宿主，修为复制卡能力虽然强悍，但以宿主如今的境界，想要驾驭你师父那样的实力，也是存在着极大风险的。风险？为啥不早说啊？别那么粗暴嘛，宿主！你想想，你师父比你高了几个大境界，那么庞大的能量，你怎么可能完美驾驭？以宿主如今的身体素质，最多只能维持1刻钟的使用。1刻钟，确实有点短了。不过只要把握好使用的契机，也不是不够用。天门掌门李可欣赴约拜访万剑门，终于来了。
我似乎只察觉到了李可欣一人的气息。哼，单刀赴会吗？该说他是有魄力呢，还是愚蠢呢？不过天门除了赵嫣然之外，的确也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人物。只要他肯用秘药交换弟子，那本座也不会对他做什么。走，随我迎接客人。是，掌门。李掌门不远万里造访我万剑门，有失远迎，有失远迎啊。剑苍月，客套的话就免了吧。你万剑门无端扣押我天门弟子，难道不应该给我一个交代吗？交代？凭你一个小小的天地境修士，也想找我们要什么交代？哎，师姐，你怎么能对李道友如此说话？人家好歹也是天门掌门，就算你不给李掌门面子，也要给赵嫣然前辈一个面子嘛。对了，李掌门，2座灵境的秘药你带了吗？哼，不愧是仙道名门，当真是刷新了在下的三观。至于2座灵境秘药，凭你也配！我不想与万剑门为敌，交出我天门弟子，天门和万剑门之间尚可化干戈为玉帛。没带秘药，还想化干戈为玉帛？凭你一个小小天门，若不是出了赵嫣然这个人物，只配养我万剑门嫡系。小小天门也敢与我万剑门谈条件？也好，看来只抓几个弟子，赵嫣然是不会服软的。就将你这掌门也一并擒拿了，到时候堂堂天门掌门都被人擒了，我看赵嫣然是否还那么强势。一开始变阵，嗨！你以为系无法完全摧毁吗？哼，就这点本事吗？大同！什么？他居然达到了天地大同的境界，阻断了维系剑阵的灵力，那可是天元3境境界，修士梦寐以求的境界，怎么会被一个初入天元境界的人所掌握？上次在天门，我不曾全力出手，只不过是怕伤及无辜。剑苍月，莫非你真以为我这个天门掌门是软柿子了？别太得意忘形了！竟然能跟掌门交手到如此地步，掌门可是天元3境第3境虚渊境的修士，怎么会这样？交出我天门弟子，尚可饶你一命。我天门无意与万剑门为敌，是你欺人太甚！你妄想！可恶，竟然会输给一个初入天元境的修士，这事要传出去了，软不灵！若是我的气息被锁定住了，是万剑门的老古董出手了。不好！万兵臣服，剑圣境界。师尊，想不到一个后生小辈都能逼得本尊出手，这万剑门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呀！剑铁心，100年前万剑宗出现过一位奇才掌门，半败之灵便突破剑圣之境，从此退居万剑门幕后，此人便是剑铁心。想不到对付我一个区区天元境修士，尊下居然不惜自降身段出手，我该感到荣幸吗？你的确不错，不愧是赵嫣然前辈亲自调教出来的。不过你太自负了，凭你的修为，不该只身来挑衅我万剑门。你应该知道，我万剑门的底蕴远远不止我一人这么简单。万剑门的底蕴我自然知道，只是我没想到，堂堂万剑门居然要以大欺小。要知道仙门之间有着不成文的规定，若非对付魔道，仙门之中实力超过天元境的修士，不得擅自出手。规矩那是给弱者制定的，从来不能约束强者。灭！我该命绝于此了。对不起，师尊，我辜负了你的期待。无情！什么人？老狗，很喜欢以大欺小是吗？我在问你是什么人，
你到底是何人？这张脸不是天门的林凡吗？以他的实力，怎么能破得了老祖的招式？凡儿，哼，小辈狂妄！我不知道你使用了什么手段提升了力量，不过你的境界实在是太孱弱，受死！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一切小伎俩都是可笑的。小子，受死吧！只能支撑一炷香的时间，必须一招灭了他。接招吧，相当于仙人一击的力量。什么？我靠！这是仙的力量！你根本不是什么后生小辈！招！怎么回事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这地牢坐落于万剑门地下，又是由万年玄铁构成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能量才能破坏它？陈师兄，如今地牢已经破损，不管发生了什么事，这可是我们逃脱的大好时机。你说的没错。不好，这动静难道是赵嫣然打过来了？早说了不能得罪一名即将飞升的强者，你们偏不听。这赵嫣然未免太不理智了，和我万剑门结下死仇，对天门又有何好处？况且如今那么多人对天门虎视眈眈，他敢离开天门？难道说他根本不在乎天门众人的死活？可那他又为什么执着于那些对他而言无用的灵境秘药呢？此事我从未参与，全程由你3人策划，与我无关。师尊曾嘱咐我，让我不能把万剑门的传承断了。我已收拾好先祖灵位，各位，好自为之。论账，就算是仙人又如何？我等4人合力也有一战之力，居然直接跑了！可恶！剑尘，别逞强了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我也先撤了，你顶住。没错，我等修行千年，修行不易，没必要和一个地境强者搏命。剑尘，绑架天门弟子，此事虽然是我提的建议，但执行者却是你的孙女。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不要丢了我万剑门的脸面。我先出去避避风头。你们，无胆之徒，可恶！赵嫣然，我倒要看看仙人境界到底是如何强横，我和你拼了！等等，我剑道未到大成之境，不能白白送死。算了，不能值一时之气，还是先撤了吧。凡儿，你没事吧？掌门师傅，我没事。想不到天门还有高手，这林凡莫非是仙人转世，觉醒了前世修为？我好像是曾听过，天门弟子林凡是从天而降。掌门师傅，刚刚的招式我只能使用1次，快点趁乱救出灵儿他们，不然一会儿万剑门的老古董出手了，我们就要栽在这里了。你放心，我察觉到了灵儿他们的气息，他们似乎已经脱困。至于万剑门的老古董，似乎并不在宗门之内，否则他们应该早出来了。既然灵儿他们没事了，我们也该尽快逃走了，否则万剑门的老古董回来了，我们就完了。不对，这林凡就算是仙人转世，刚刚击败老祖所动用的力量，也应该远远超出了他所能承受的负荷，否则不会选择逃跑。现在或许是他们最虚弱的时候，我看那小子打败了老祖，一时慌乱了阵脚，却没有想到这一层，让他们跑了。该死！掌门他……掌门与贼人大战，身负重伤，有什么事可直接向我禀报。来信长老，是长老，我刚刚收到剑尘长老秘密传讯，让我告知掌门尽快撤离万剑门，不可与赵嫣然立敌。几位老祖已经先行撤离。剑尘这老不死的倒是挺惦记他孙女，只是我万剑门这帮高层居然把一个小辈当成了赵嫣然，当真是越老越没种，
看什么都杯弓蛇影。万剑门迟早毁在这帮人手上，只有我剑兰心才能带领万剑门走向巅峰。你看这里哪还有什么赵嫣然？若是赵嫣然真的来了，本长老还会活着站在这里吗？蠢材！还不速速召集其余幸存弟子和在监狱内闭关的执法以及长老们，摧毁万剑门的贼人还未走远，速速命他们随我拿下贼人，一雪前耻。可这只有掌门才能调动执法和长老，我……废话！现在掌门身负重伤，生死未卜，老祖们不在万剑门，我作为万剑门第一长老，在如此关头，我说的话就是命令，还不快去照做！是。总算有我剑兰心的出头之日。如今剑苍月办事不力，导致万剑门被毁，声誉尽失。只要能将林凡和天门掌门这2个罪魁祸首拿下，我便是万剑门的功臣。到时候掌门之位便是我的囊中之物了。凡儿，方才凡儿能击败那万剑门老祖，明显动用了不属于他这个境界的力量。难道现在反噬了？你怎么了，凡儿？我去，想不到反噬这么严重，我就知道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。狗系统不会给我这么便利的道具。掌门师尊，我没事。凡儿，你可不能死啊！你死了，我怎么向师尊交代？止血，对，必须赶快找东西止血。不对，凡儿这是内出血，我扯什么纱布啊？凡儿，你没事？我去，这视角怎么有点不太对头？等等，掌门师尊，喂，你靠得太近了，你就拿这考验老干部？别！糟糕，一下子气血上涌，要出来了！凡儿，你怎么七窍流血了？凡儿，你可不能死啊！啊，还好并无大碍，只是经脉受损，调养一段时间便可。真是吓死我了！想不到平时那么严肃的掌门，也有这么可爱的一面。那是自然，你也不想想天门是什么门规，他平时能不严肃吗？喂，你怎么这个时候出来了？你这家伙不看场合的吗？光傻，反正除了宿主之外，别人又看不到我，而且我觉得这正是我应该出现的场合。此话怎讲？我是为系统，宿主又值此危难之际，怎么能不帮帮你呢？喏，看见李可欣头上的数字没？我给你个任务，让他的好感度提升到60，我帮你把伤势复原，如何？这交易合算吧。好感度60？系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想让我攻略掌门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哎呀，咱们相处了这么久，你是什么人我心里没数嘛。别装了，宿主。况且60的好感度也谈不上喜欢吧，只需要让你的掌门师傅对你足够欣赏即可啊。当然，如果宿主图谋不轨，想搞点暧昧也不是不行的嘛。哇塞，你这是污蔑，是造谣，是践踏我的神圣人格！凡儿，你醒了？我说的交易随时有效，你先忙你的，我溜了先。混账东西，跑得可真快！完了，凡儿先前是七窍流血，现在好像又出现了幻觉，难道他是使用了什么禁术，走火入魔了？凡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刚刚做了个梦，让掌门师尊见笑了。那就好，我还以为你……有杀气！不好，是万剑门的人追来了。想不到万剑门的人在宗门被毁之后，还能这么快重整旗鼓。如今我与那剑苍月一战，又被那剑无尘的奸计伤到，本源损失巨大，
实力不足巅峰期的30%，反而又受了重伤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尽快往天门方向撤退。对，到了天门，有老祖坐镇，亮万剑门的人也不敢造次。我们走。跑得还挺快。此地还残留着血的味道，看来他们才离去不久。看来我判断的没错，李可欣和林凡那小子的确是强弩之末。不过这两人到底向什么方向跑了？哼，那还不简单。以他们如今的状况，唯有回到赵嫣然的庇护之下才有生机。他们定然是向天门方向逃遁。言之有理，追！等等，掌门师尊，怎么了，凡儿？万剑门追兵在后，你怎么停下来了？天元境强者可感知方圆50里内的气息，如果被他们发现踪迹，可就逃不掉了。掌门师尊，若是就这样向天门方向直奔，只怕我们还没到天门，就要被万剑门的人拦截下。你想想，如今我们都身负重伤，气力不济，而万剑门的追兵精通御剑之术，长老级别的人物一日便可御剑飞行3000里。若是我们用常人思维逃跑，只怕会凶多吉少。那该怎么办？掌门师尊，看来我们得用点逆向思维赌一把了。逆向思维？掌门师尊，我们从西南方向绕圈，这样一来便可避开万剑门的追兵。等他们发现时想再追上我们，我们已经到天门势力范围之内了。想不到反而在如此紧张的时刻也能保持清晰的思维，当真是让人刮目相看。我天门有如此可靠的后辈，将来兴盛有望啊！李可欣好感度加20。我去，掌门怎么突然对我加了这么多好感度？唉，优秀的人烦恼就是多。快到天门了！太好了！不好，先前一番大战，气息虚弱，刚刚送了个念头，感觉……掌门师尊，义子大人回来了！义子大人，掌门大人这是……先别问这么多了，赶紧带掌门去灵药阁疗伤。是星儿回来了，凡儿怎么也一起？2名被万剑门扣押的3代弟子，已经在数个时辰前返回宗门。看来真如我所料的一样，星儿这一趟是有惊无险。只是，到底是何方高人救了星儿？为何不现身一见？总不可能是他吧？星儿已经没什么大碍了，他只是损耗真元过度，好好调养便可。倒是你经脉受损严重，若是不能愈合，只怕会影响到后续修行。你都这般模样了，还想着让我先治疗星儿，也算有情有义。我果然没看错人。我对自己的情况很清楚，徒儿我皮糙肉厚的，没什么大事。掌门这次去万剑门是为了救我天门弟子，况且我区区一个弟子，伤了便伤了，无碍大局。说吧，你有什么事瞒着我？你这身伤可不是外人伤的，万剑门高手如云，你能带着星儿回来，一定用了什么手段吧？我可不记得我教过你这些。真是什么都瞒不过你，我也不想瞒你，只是有些事情我也有我自己的秘密。嫣然，这件事你能不能不要多问？没想到我卜算的那个高人真的是凡儿，他到底有多少秘密，是连我都不知道的。不过他没有瞒着我承认了，态度可嘉。我再问下去，倒是显得我自己不够大度。毕竟谁年轻的时候没有些机遇和秘密呢？看你态度诚恳的份上，我也不追问你了。这枚通天丹是我亲手炼制的，你服下后好好调养几日，应该能将伤势恢复的差不多。想要痊愈，只怕还需个1年半载。这种危险的事，以后别干了。遵命。嘿嘿，我就知道你心疼我。贫嘴。啊，对了，嫣然，能不能请你帮我一个忙？我这次动用了一种秘术，才将万剑门的人击退，救下掌门。但恐怕此后这件事会弄得举世皆知，会有人觊觎我的秘术。我想请你对外就说这是你的手段，
否则我树大招风，将来在外行走也有诸多不便啊。好了，我也知道轻重，你好好去疗伤吧，我会向外界说明此事。嘿嘿，多谢师尊。这件事情发生之后，仙道九门还会有人觊觎灵境秘药，伏羲或乙能得到灵境秘药虽然是好，但也带来很多不必要的麻烦。等你伤好之后，我准备组织天门所有人员进入灵境中提升实力，以应对仙道九门的施压。哎，怎么感觉我们有种被顶到风口上的感觉？以后的日子怕是不好过了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李可欣好感度达到60。啥？什么情况？伤势正在愈合啊？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掌门师尊的好感度怎么一下子提升到了60？多谢道友救命之恩。这是心动的感觉。没想到我活了几千年，头一回做春梦，竟然梦到一个后生小辈。自千年前老祖下令禁止天门弟子涉及情爱一事，我便一心向道，因此从未体验过世间的情爱。想不到如今体验到老祖口中毒如蛇蝎的情之一字，却并非想象中那般险恶，反倒是有一点甜甜的感觉。不行不行，此事绝不能被别人发觉，尤其是老祖。男女情爱之事对他而言就是禁区，万万不能涉及的。臭小子！不过这小子之前使用秘法，爆发出堪比仙人的一击，只怕被反噬重创了经脉。我还是去看看吧，他毕竟是为了救我才独身险境的。痊愈了？那这也太快了，原该休养1年的伤势，居然一夜之间痊愈了。系统这家伙一波技能打得我猝不及防，这下好了，本来好不容易搪塞过去的难题又来了，可不能让嫣然觉得我是老怪物。有了！昨日我服下嫣然你亲手炼的通天丹，夜里觉得经脉如烈火焚烧般灼热，今日一早竟然痊愈了。想不到嫣然的丹道竟已经到了如此高的造诣。凡儿啊凡儿，你是把为师当傻子糊弄吗？我虽迈入地境，丹道一途也算是有天赋的，但实在也不至于在一夜之内复原这么严重的伤势，并且没有留下任何反噬的痕迹。凡儿，你倒是比为师这个准仙境还要让人难以琢磨了。嫣然这个笑看得我毛骨悚然啊，得想个办法转移嫣然的注意力。嫣然是不是很好奇我如何能痊愈得如此之快？其实很简单，因为你徒儿我年轻身强体壮，一点皮外伤而已，自然很快就痊愈啦。皮外伤？伤放在任何人身上几乎都是毁灭性的灾难，经脉受创这么严重，就是受在我身上也需细细调养闭关几日方能痊愈。你小子说的就好像在门口跌了一跤。嫣然不信？不信你看。你越发大胆了。哎，师尊你脸红什么呀？赵嫣然好感度提升至120，积分加200。凡儿，老祖不会也被这小子？话说这小子突然爆发，焉知没有老祖的助力？难道他们的关系早就……完蛋！能扛下我这一掌，看来凡儿你是真的痊愈了，不错。作为我天门弟子，就该有如此强健的体魄。哇，嫣然，你这是要大义灭夫啊！多谢师尊关怀，徒儿一定勤勉修行，不令天门后继无人。原来老祖是在查待凡儿的伤势呀！我说呢，老祖都活了几千年得道成仙，与我们这尘寰中的凡人有云泥之别了，还能被这小子蛊惑？可惜你来的正好，通知季平他们召集内门所有化神境弟子，做好准备。3日后，我会同时开启太虚遗迹和6座灵境。6座灵境？可是老祖，
我们化神境的弟子也只有我天门一宗当然不够，我已传信玉仙门、青云门，让他们选出6名弟子，3日后随我们的弟子一同进入灵境。届时你与另外2位掌门一同前往太虚遗迹历练。我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强化3宗实力。灵境与遗迹都是10年方能开启一次，且一次只能进3个人。老祖这是要……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嫣然这是要从根源断了其他仙门的念头，妙啊！为避免仙魔中人觊觎，提升全宗实力是一方面，及时吃干抹净断了他们的念头又是另一方面。青云门与玉仙门与我素有交情，既然拿了好处，自然会替我们分担一部分压力。老祖慧明，徒儿这就去办。林凡哥哥，听说那日是你冒死闯入万界门，才救了掌门。我和陈师兄也因此得以逃脱。老祖传授的秘法没有什么反噬吧？你有没有受伤呀？你看我不是好端端的站在这里吗？还是年轻好呀，想抱就抱。快下来吧，灵儿，小心累着你师兄。好吧。嘿，好久不见，若兰师妹修为增长不少啊。蓝颜祸水啊！你们是宗门为数不多的迈入化神境之上的弟子，灵境中资源灵材丰富，与你们大有益处。但机遇与风险是并存的，此后就看你们的仙缘了。谨遵掌门教诲，时辰已到。去吧，凡儿，你的机缘就在其中。玉仙门、青云门的人都到了吧？都到了，在山门外等候。好，走吧。你们都是干什么吃的？竟然让他们回到天门！这下好了，赵嫣然马上就要开启6座灵境，连太虚遗迹也要一同开启。更可恶的是，他竟然带着玉仙门和青云门的人一起历练，这样不就是完完全全断了我们的后路？长老息怒，赵嫣然此举正好成全了我们呀！成全？是啊，3宗的英才都不在，宗门空虚，只有一个老祖坐镇，这不是给我们机会吗？或许我们能趁此机会一举拿下3宗，到时候即使得不到灵境中的好处，也能胁迫3宗交出不少资源，壮大我宗门。有道理，只是天门有个赵嫣然，玉仙门玉如瑶，青云门剑青云都是圣境强者，倒是可以从他们这里开始，先将普通弟子拿下，作为要挟。这次师出有名，是青云门和玉仙门帮着外人在先，就算我宗用一些卑鄙的手段，想必其他仙门也只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没想到你倒是块好玉，以后你就跟着我吧。掌门他伤了根基，也许永远也不会醒了。一切听从长老安排。看来我们3人这是来到了萧飞境。萧飞境10大灵境最早是仙魔2道数天骄飞升后留下的传承之地。凌霄双影机缘之下得到几座灵药，决定举办仙魔大比，共享于2界，同时也是缓和仙魔2道间的关系。仙魔大比举办数千年后，有得到传承的天骄投桃报李，在飞升前同样留下传承，以及凌霄双影又有所得，如今才足有10大灵境。萧飞境以萧飞大帝命名，他在数万年前飞升，至今他的传承都无人获得。萧飞大帝甚是离系法术，性情暴戾。传闻他在大帝境时，曾直接将一位天元境强者劈得魂飞魄散，生死道消，威势可比拟天雷。萧飞境空中永远有雷霆闪现，这是最典型的特征了。若是落到其他灵境，可能还要猜测一番。萧飞境抬头便知，只是传承都数万年雷霆不散，这么猛！我喜欢。萧飞大帝，我们来啦！等等，我没说完。2个时辰了，别说萧飞大帝的传承了，
一根宝物毛都没找到。我刚还没说完，正是因为萧妃大帝威名远扬，萧妃镜早就被人上上下下薅光了，并且数万年过去，萧妃大帝都没有挑到满意的追捕人，这萧妃镜也从一开始的炙手可热，变成了谁遇见谁倒霉。对了，我不是有一个一日气运券吗？上次系统限时打折，我囤了一张。天不亡我！齐平，起来吧。我辈修士本就是逆天而行，难道只有靠外物才能得道飞升吗？更何况我们还有时间，便是实在一无所获，修道先修心，心境上的磨练不也是一种收获吗？林凡，没想到林师弟年纪轻轻，心态便如此稳重，师兄实在自愧不如，真不愧是我们天门的弟子呀！师兄谬赞了。我那些修仙小说哪里是白看的，主角的话装起来就是爽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再往前走走吧。有点意思。萧妃好感度加10。大佬，原来你在啊！怎么了？没事，可能是错觉吧。我还是先不拆穿，趁机给大佬多积攒点好印象。哦，我的气息都能察觉吗？林凡，这一路极品天心草你让给师兄进阶，万药灵乳说留给灵儿炼药，玄金真铁让我收着，等出去打一把趁手的宝剑用。接下来不管是什么，你都不许再让了，我们也都不会再要了。正是，师弟的心意我们都领了，此次秘境我们的收获已然足够了，师弟也当为自己考虑考虑才行。放心，我有分寸，这些东西之所以让给你们，只是单纯觉得合适而已。如果遇上合适我的宝物，不需要说，我自然也会收下的。这才哪儿到哪儿，这些天材地宝不过灵物罢了，有一日气运券在，要多少有多少，和萧妃大帝传承比起来，简直不值一提。心善而有分寸。那些东西确实不适合这小子，并且气运看来也十分不错。什么东西？令人进的金色血马。开元剑诀。可恶，他的皮肉太厚实了。师兄，打蛇就要打7寸，向无极。我也来，九幽落。这样只能伤到金森血马，却无法解决它。得想个法子，否则这样消耗下去，我3人必定也会重伤。小家伙，你想说什么？境界提升了，而且主人，看火烧他！好，金森血蟒作为木系妖兽，最怕火烧，并且我的赤焰诀现在有了麒麟的加持，一火威力更胜一筹。赤焰诀！师弟，林凡，刚刚发生了什么？你那招也太酷了吧！赤焰诀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？这小家伙长得好可爱啊！来，给姐姐摸摸。奇怪的人族女人，就是这性格，一点都不可爱。作为神兽，有些傲气倒也正常。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，但是能用那一招一举击败金森血蟒，确实要多亏了这小家伙。小家伙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我还没有名字哦，主人要给我取一个吗？好双标的一只手。麒麟当前好感度60，恭喜宿主第一次解锁灵兽好感度，积分额外加200。灵兽居然也可以，做个人吧，系统。既然如此，
那我就叫你踏风，可以吗？哦，好听！我以后一定能踏风而行的。那踏风，你为什么会被金森血蟒追杀呢？这边一直都只有我，谁知道那条臭蛇今天是从哪儿跑来的？一见到我就说想吞了我来化胶。那条金森血蟒虽境界高，但是血脉却过于低劣，上限有限。若能吞了麒麟，莫说化蛟，便是化龙也不是没有可能。所以你是打不过被血蟒追到这边的？可恶！若是我再长大点，岂能被这臭蛇欺负？那你为什么会选上林凡呢？本姑娘的英姿不帅气吗？我在主人身上闻到了火的味道，麒麟火本就是世间至宝，压得住任何火种。定了契约，主人的异火就会变成麒麟火了。主人的境界又到了大能，打一只臭蛇肯定手到擒来。这个年纪就能有这种修为，身上仙缘气味又浓厚，嘿嘿，当然要这么优秀的人才能配得上做本麒麟的主人了。原来是这样，感谢赤魔宗的馈赠。剑汤月、剑铁星掌门的事，我和凌天掌门都听说了，我们都为此感到非常遗憾。计划失败，万剑门前后2掌门都死了，天门的人也已经进入灵境了。不知道这女人邀请我们上门干什么？是啊，实不相瞒，虽然不像万剑门这般损失如此惨重，但我灵仙门也陨落了5名执事长老，这天门简直欺人太甚。剑苍月一死，这女人立马就上位了，不简单呢。这仙门9宗里，只有2位掌门是明白人啊，否则我万剑门实在有苦难当。他天门独占6座灵境与太虚秘境，同是仙门，自当守望相助。我们不过让他与大家共享一番，赵嫣然拒绝我们也就罢了，谁知我万剑门以德报怨，好心请他天门弟子上门做客，却又惨遭反咬。我派2位掌门死得惨烈呀！为了贿赂其他仙门对此事闭口，他这时又舍得共享灵境了。如此恶毒的心计手段，简直令人发指。这女人不简单啊，3言2语颠倒黑白的本事，可比剑苍月圆滑多了。天蓝星掌门所言正是，天门如此行事，哪里是我们仙门作风？可恨那玉仙门、青云门竟被眼前的蝇头小利诱惑，与天门狼狈为奸。只是赵嫣然实力在哪儿？我等纵有心肃清正道，但实在力不能敌。莫非掌门有何妙计？他赵嫣然无敌，难道玉如瑶、剑青云也无敌吗？掌门的意思是，如今这2派都止于老祖在外，我们何不趁机联合其他仙门一同施压，让他们拿出点好东西来弥补咱们的损失，也好叫人知道我等也不是任人宰割的。这想法好是好，只是那至仙门、阴阳门分别有江地诀和周瑜，此次仙魔大比也各获得2座灵境，如今见天门并不独吞，与他们拉开差距，怕是乐见其成啊。至于那道仙门，向来避世不愿扯入纷争中，哪里是那么好请的？我们3派实在孤立无援呐。这正是此次我要2位掌门来做客的原因。道仙门老祖与我派剑尘老祖有救，老祖已经亲自上门去请了。至于至仙门、阴阳门，倒还请2位回去再想想法子。只是，难道2位掌门甘愿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既然我等已经被赵嫣然记恨了，谁知下一个遭此惨祸的门派又是谁呢？既如此，我们便回去与门内商讨如何设法说服至仙门了。至于阴阳门，向来唯至仙门为首是瞻，说服了至仙门，也就是说服了阴阳门了。告辞。
哼，两个老匹夫，不见兔子不撒鹰。他二人只不过凭借年纪混资历坐上掌门之位啊，怎比得上您足智多谋、深谋远虑呢？也不是人人都有能力使唤老祖亲自去请人的。不过，哦，话倒说得中听，有什么想法直说吧。不过毕竟他二人能力不足，此去怕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啊。卑职这儿倒是有个法子，保管能给您拉强有力的帮手回来。只是事成之前，属下不敢透露到底是何法子。哼，神神秘秘的。不过你说的在理，那俩老匹夫未必能成事。若有法子，便放手去做吧，我准你便宜行事。如果出了差错，我也可以假作不知情，这就有一个现成的背锅侠。是。哦，剑兰星杀了剑苍月，有意思。这些名门正派真是一如既往有意思。本尊知道了，我会吩咐赤魔宗、血魔宗那边配合的，你去联络就是了。是，属下听令。天色已经很晚了，我们今天就在此处休息吧。反正这趟行程的收获已经够了，倒是不用急着什么了。这地方不错，反正有踏风在，麒麟的气味足以压制其他灵兽不敢靠近，咱们都可以放心的闭眼歇息了。我再去设个阵法，以防万一。一日七云阵的时长应当还没有到，萧妃大帝也一直在暗中没有现身。等他人睡着，我再去转一转。奸臣，你糊涂啊！他赵嫣然最多还有10年便要飞升了，有什么忍不得的？你非这时候去招惹他，何必呢？你知道的，我就苍月一个孙女，小辈有什么愿望，我还能拒绝不成？更何况苍月他也是为了万剑门着想，哪里成想他天门欺人太甚。说万剑门做的不对在先，但他那徒儿居然连杀我派2位掌门，苍月是我的亲生血脉啊，何至于此？如今这血海深仇已经结下，诛杀赵嫣然、林凡他们师徒，我难解心头之恨。什么？我记得苍月已是天元3境最后一境虚渊境了，铁心更是到达了圣境。那林凡如今才多大，居然有如此恐怖的能力？哼，一开始我也这么惊讶。那林凡今年才20左右，若是天门有这么深厚的底蕴在，我也不必谈报仇了。早点洗洗睡，躺着等死吧。据说那不过是赵嫣然担心他弟子在外的安危，特地施在他徒弟身上的手段罢了。这就是地境的强大之处吗？漏漏指缝就足以杀死圣境修者。此法定不是人人能用的，否则让那位天门掌门李可心用，岂不是更好？并且我猜测能使用的时间也有限制，单看他们2人杀了苍月、铁心，便慌忙逃走便知了。道虚，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交情上，看在苍月也是你看着长大的份上，你要助我。不是我不愿帮你，只是我也不能拖着整个宗门下海啊。道仙门自开派老祖以来，一直都遵循避世的原则。我若将宗门拉入纷争中，便是千古的罪人。我并不强求你直接对上赵嫣然。如今天门、玉仙门、青云门成联盟之势，玉如瑶见青云不过与我们同等境界，我们只要联合起来，给他们一个警告便够了。道仙门不会参与纷争。既如此，但是我道虚本人会前去助你。以咱们的交情，你的孙女就是我的孙女，为自家小辈儿报仇的事，我是不会拒绝的。不信，只是作为老友，还是要劝你一句：杀了林凡，为苍月报仇也就算了，那赵嫣然，以咱们的能力还是碰不得的。我们做到这个位置，早不像年轻时候那样身后没有顾虑。我明白。
突然有点冷啊！这小附近特色闪电，白天看着还好，晚上一个人走，真有点怪吓人的。快离开！妖魔鬼怪，快离开！不行！哎，等等！我去，这么漂亮的白鹿，一定很配嫣然。嫣然带回去做礼物。小鹿，慢点儿，等等我！好丢了！可恶！不会是气运卷时间到了吧？喝口水回营地了，明天再看看有什么合适的。系统，哎，宿主，怎么了？嘿嘿，现在有没有什么任务能让我再换一张一日幸运券呢？这个嘛，用点力。嘿嘿，没有，我继续睡了，拜拜。你玩我呢？哎！系统，我恨你！你们说一日幸运券时间到了会有副作用的，也太倒霉了。一日幸运券有效时长逾4小时，请宿主抓紧时间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废物，都是废物！阴阳门、至仙门全都一口回绝了，到仙门就带回来一个道虚老头，这老头顶个屁用！让他息怒。你那边怎么样？属下幸不辱命。哦，属下没想到啊！你去安排会面吧，记住不要走漏消息，否则我先要了你的命。错啊！你想的确定没有诓我吧？我已经游了10分钟了，这湖里除了几条鱼啥都没有啊！我可什么都没说啊！你怎么能凭空污人清白？你个小不靠谱的！还有，你也在游什么？算了，一起的，我先看看。湖底竟然有一个秘密入口，如果宝物不是藏在这儿，早被人搬空了。旁边是水，里面是空气，仅是入口便有如此精妙的隔水阵法。不过这门怎么会突然自己打开呢？是我给你开的门。你是谁啊？你刚刚追了我半天，不知道我是谁？露营好感度加30，当前积分450。你是那只白鹿？跟我来。你是故意引我来这儿的？不是我，是你的命运。啊？好好的一个仙人，怎么突然做起了神棍呢？这是哪儿啊？霄云宝殿，昔日萧飞帝的居所。来了！我去，老哥，你这见面礼有点猛啊！再来，别啊！快呀！哥，大哥，亲哥，这有话好好说。出来，我亲哥，你是不是好感度吗？已查询，当前消费好感度50。完了，系统坏掉了，你赶紧去返厂维修一下吧，这绝对有问题啊！这种感觉很舒服。他还活着，再给他来2下吧。啊！哈哈哈哈哈！好了，莹儿，别捉弄他了。起得来吗？多谢。不过前辈，刚刚那是何意啊？来后面坐着聊吧。莹儿，上茶。茶？哦。千万年过去，如今世人只知道我萧飞的天雷诀能劈人，却不知道我同样能用这雷诀帮人淬体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难怪我感觉体中经脉都被拓宽了。多谢前辈。另一方面嘛，也是在试探你能不能适应我的术法。毕竟天雷诀实在霸道，不是人人都能学的。前辈意思是，请喝茶。不急，请。莹儿，这是什么茶？都几万年了，店里早没有茶水了。我去取的湖水，加了一点绿藻进去，不好喝吗？湖水？绿藻？
没事。灵儿是我的契约灵兽，但我一直都是把她当女儿养，宠坏了，见笑。哪里，银儿姑娘天真可爱，前辈客气了。说回正事，自我留下传承已过了数万年，这万年来没有任何天骄能得到我的传承，你知道原因吗？是因为前辈眼界高？是因为他们和银儿无缘。事实上，不是我选择了你，而是银儿选择了你。啊？你身上有晕的味道。银儿是幽灵之气幻化而生的灵兽，烛照幽灵生四象，四象化万物，对世间所有的气与运最为敏感。只是他身上法则有缺，此前并不能随我一起飞升，于是我便留下传承和这缕神念，与银儿守在这灵境之中，等候转机。若遇到可弥补法则之人，便考教一番。若通过考察，届时也可一并将我的传承托付给他。前辈是说我通过您的考核了？可我并不知道该怎么补上银儿身上的法则啊。靠运？莫非是吸取我身上的运吗？是也不是。事实上是互相提升气运，你身上的强运能无形中慢慢润色银儿身上的法则，同时在银儿身边待久了，也能反哺你身上的运。我愿意。我去，这不人形气运卷吗？这哪里是灵兽，这是活祖宗！非常荣幸能得到前辈和银儿的赏识。前辈将银儿视作女儿，如今托付给我，我自然是要将银儿当作亲妹妹来养的。我暗中观察了你一天，除了运，最认可的便是你的心性。陆莹好感度加10，小北好感度加20。这股劲很像我年轻的时候。前辈，传承人已找到，这缕神念要回归本体了。来日若飞升来了上界，可直接来寻我，到时弥补你喝上好的茶，或者咱们来个不醉不归。写好了。啊？这次真的快死了。雷散了。林凡呢？林凡怎么不见了？他是不是出事了？主人，我在这儿。哈哈，没事就行。师弟知道这天是怎么回事吗？你吓死我了！我知道，这个回头和你们细说。先介绍一下，这是陆莹。你们好。陆姑娘，幸会。陆姑娘怎么会出现在这个灵境里？林凡，你小子难道偷偷藏了个人进来？你想哪儿去了？陆莹父亲把她托付给我照顾，我已经认陆莹做我亲妹妹了。一个人形气运符，别说认妹妹了，认成我亲妈都行。自称邪门正道，手段如此下作，足令天下人不齿。哼！可我青云门却不是好捏的柿子。他要自爆！邪门狼子们，我今日与你们同归于尽！这里便是我生长的地方，天门。弟子大人，你们回来啦！是啊，文文，你知道老祖在哪儿吗？在大堂。老祖这段时间一直没有闭关，在前门坐镇。弟子大人竟然记得我的名字，好幸福！我要晕过去了。多谢。又来了！这个轻浮的家伙。文文好感度加30，当前好感度100。恭喜宿主解锁4个好感度满100的人物，再解锁1位即可获得1次10连抽奖机会哦。10连，好像确实应该补货了。功法和丹药倒是不急。晚点再用一张好感提升卡抽个10连看看。老祖，我们回来了。反而回来了。哦，
这是麒麟和幽影，看来你们这次收获颇丰啊。回老祖。老祖，怎么了？灵仙门、无极门、万剑门合攻青云门，青云门老祖见青云自爆而亡。什么？天！怎么可能？他们疯了！消息千真万确，具体的可能要亲往青云门查探。那围攻的三仙门领头人现已受伤离去。老祖，我们回来了！离帆哥哥，好久不见！哟，大姐头也在啊！哈哈哈哈。怎么了？梅芳，你再重复一遍吧。是，灵仙门、无极门、万剑门合攻青云门，青云门老祖见青云自爆而亡，请三位节哀。不可能！我们要尽快赶回宗门，先施礼告辞了。老祖，我去护送他们，顺便调查清楚是怎么回事。上次万剑门、灵仙门就绑架我们几个没成功，居然贼心不死又来搞事。看来上次的教训不太够啊。也好，既如此，御仙门的三位小友便由祭品护送吧。虽然短期内那三派不会卷土重来，但你们二位实力最强，我也放心些。都各自小心点。是。多谢老祖关怀。虽然不舍凡儿刚回来就又要出门，但正事为重。其他人留守宗门，召回所有在外弟子，今日起全面戒严。上次来青云门还是挺气派的，这都成废墟了。虽然见青云是情敌没错，但还是令人不得不掬一把同情泪啊。还有人吗？圣子，圣子，你们终于回来了！周生，你还活着？还有其他师弟师妹们在吗？有的，老祖他最后保护住了我们。老祖他……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们一定要为老祖、为死去的同门报仇雪恨，否则枉为青云门弟子。这就是仙门的手段，真是让人开了眼了。天下的仙门又和魔教有什么区别呢？师姐，师姐也是听说了此事，特地赶回来的吗？魔教地盘可比天门远多了，师姐这速度，肯定是一听说就立刻赶过来了。师姐，这世上无论是仙门也好，魔教也罢，不过都是魔的化身。偏仙门还要披一层外皮，蒙骗世人，实际干尽无耻下流之事。哼哼。可是师姐，没有可是。经此一事，你还没明白吗？小生，这世上谁都不可信，能信的只有自己。那个，不好意思，打断一下，这个大姐就是传说中的诸葛灵，怎么看起来有点疯疯癫癫的？这位师弟身上的伤口有赤魔宗的气息。赤魔宗？又是赤魔宗？坤哥也是死在他们手里的。哦，你如何证明？这招正是赤魔宗的试验诀，这位师姐过来与伤口气息比对一番便知。果真如此。诸葛亮好感度加20，当前积分600。宿主不是在考虑要使用好感提升卡解锁第5个100分好感人物，这诸葛亮不就是个现成的人选吗？你别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啊，这种食人花类型我可兜不住。哎呀，是什么是什么，多有趣啊！宿主连夜妹都搞得定，肯定可以的。你死一边玩去！你怎么会吃颜诀？这就是个人机密了。不过除了我，应当没有第二个非赤魔宗的人会吃颜诀。当时我又在灵境之中，所以这只能是赤魔宗的手笔了。我记起来了，当时确实有人使出刚刚那样的火焰。赤魔宗是吗？我明白了，今日之仇还有太坤之仇，我都会悉数奉还的。对了，你很不错。喂，他这不是要直接杀上赤魔宗吧？你们师姐难道是这么莽的性格吗？看不出来啊。放心好了，师姐虽然一向气性大，但并不会莽撞行事的。师姐一定有她自己的考虑。
去哪儿？瞧你问的话，我除了回天魔宗，还能去哪儿？抓住他！没想到啊，赤魔宗、万剑门、灵仙门这几个搅屎棍居然搅到一起去了。既然现在知晓此事有赤魔宗的参与，如今青云门掌门也不在，老祖又不如你们带着幸存弟子去天门待一段时间，直至贵派掌门回来再归。多谢弟子好意，不过不必了。正是师长们都不在，我们才更要撑起青云门门楣。没错。若只是师弟们，我就不劝了。师妹到底是女子，青云门现在这样也住不了人，不如师妹和我回去，等诸位师弟收拾好再回来。努力，剩下一张好感卡，我真是精打细算的天才。陈小生好感度加30。早听说天门弟子温柔体贴，心思细腻，如今一见，传言果然不假。不用了，弟子大人，我既是青云门之人，便要和师兄弟们同进退。好吧，师妹高洁，那我就不多劝了。我回去后一定会尽快设法通知贵派掌门，告知这里情况的。多谢弟子。此外，还请天门与我派一同向天下公布仙门三派同魔教勾结一事。此等恶行，需钉在耻辱柱上，让天下人唾骂才行。自然。不只是三派，还有盗仙门的道虚。我以前在仙门交流大会上见到过这个人。啊！居然是四派围攻，他们这样都不放心，甚至还要勾结魔教，也真是看得起我青云门。欺人太甚，着实无耻至极。我回去后定不会漏过任何一方恶贼的。既如此，那我就先行告辞了。诸位小心行事。这是可以给我传信的玉牒，师妹收下，有事唤我即可。好。恭喜宿主解锁第5个好感度满100的人物，获得1次失联抽奖机会。天门弟子真是个好人。应天晴，好好的，你发什么疯？我发疯？死的又不是我天魔宗人，我能发什么疯？是我说错了。像应少主这样冷血的人，自然一辈子都不会发疯。不过你既不打算放过青云门，当初又何必承诺于我？你怀疑青云门一事是我设计的？我不过以身份低微之人，怎么敢怀疑少主？除了你，还有谁能驱使赤魔宗？你也不用说这种话，这种局面不正是我们当初料到的吗？仙门内斗，相互撕咬，只是恰好第一个被开刀的是青云门罢了。如果我是凶手，那么诸葛玲，你也是。我们是共犯，你明白吗？我是凶手，是我亲手将青云门推入深渊的。是我们。我毁了一切，我什么都没有了。只要你听话，该有的我都会给你的。好，我呸！谁稀罕你给的？应天晴，我一定会杀了你，杀了全部凶手，以祭奠青云门死去的所有人。届时，我再自我了断，亲自向师祖告罪。怎么会有赤魔宗之人混入我派弟子当中？简兰心，你就是这么当掌门的吗？老祖息怒，我这都是为了老祖和苍月掌门啊！为了我和苍月，就是你瞒着我偷偷勾结魔教的理由。那么为了我万剑门的声名，简兰心，你该死！难道老祖不想报仇了吗？看在你人之将死的份上，给你最后几句话的时间。老祖之前想的是逼青云门与仙门交出灵物法宝，给他们个教训，然后杀了林凡，给苍月掌门、铁心掌门报仇。在赵嫣然飞升之前，绝不去招惹天门，没错吧？哪里不对？可是当初赤魔宗请示暗杀失败，赵嫣然都杀上了门，还报复施展了天人逆转之术，
若是我们当真杀了林凡，老祖以为只是赔个礼道个歉就够了吗？赵嫣然岂有不上门追讨之理？到时就是我万剑门覆灭之时啊，老祖！此话当真？赤魔宗掌门亲口所说，不敢再隐瞒老祖。唯有联合起来，集众人之势，才有机会对付赵嫣然，为两位掌门报仇啊！起来吧。报！无极门掌门、灵仙门掌门求见。你搞出的烂摊子，你去解决。是，不过道虚老祖那边……唉，这让我有何颜面去见老友？他原本就不想将道仙门掺和进此事，如今名声却和魔教捆在了一起。滚吧！我会和道虚解释的，最起码要将他从这件事上摘干净。是，怎么回事？赤魔宗怎么会暴露？回掌门，据说是那林凡在青云门弟子身上发现了赤魔宗法术的气息。林凡，又是他！他一个仙门弟子，对魔教术法这么熟悉，他干脆学魔去算了。免得我还要为除掉他费尽心思编借口。剑青云也是个倔骨头，乖乖交出一些灵物功法不就得了？硬是闹出这么大阵仗。正是，若不是他们不配合，也不会闹成这般无法收场。告诉赤天云，我需要一个解释。属下愚钝，请掌门明示。别装了，当初约定好是他们不露踪迹，从旁协助。只要青云门松口即可，但是场面之所以闹到了最后那不可开交的地步，逼得剑青云自爆，你当我没看见赤魔宗、血魔宗两派暗下的狠手吗？万事皆逃不过掌门的法眼。张元峰，你作为本门圣子，不领着诸弟子刻苦修习，反而跑到我洞府前跪着。既无圣子风范，又不尊师重道，这是做什么？师祖可曾听到外界传闻？何事？自然是师祖勾结魔宗，屠青云门一事。你，哼！我从未勾结过魔宗。弟子们自然相信老祖不是这种人，只是人言可畏，老祖和魔宗之人皆出现在青云门一战中，证据确凿，外人未必信老祖。你想如何？非是弟子想如何，而是老祖受不了此等污蔑，于是愤而自缢以证清白，依全我道仙门名声。弟子们感动于老祖此举，特来为老祖哭灵。从此老祖清白再无疑问。从此老祖清白再无疑问。你们大逆不道！你们这是想效仿昔日齐圣哭救，来逼死我，尔辈怎敢！老祖恕罪，弟子担不起此等名声，正如道仙门担不起勾结魔宗之名，请老祖三思。老祖教训弟子，弟子们自然不敢不从，只是为了道仙门，老祖就是将我们全部教训一遍。但凡有一口气，我们今日也要在老祖门前长跪不起，请老祖三思。道仙门向来避世，立派千万年，向来受人敬仰，从未牵扯进与魔教宗府勾搭的名声里，从前未有过，今后也不能有，请老祖三思。这群逆徒，看似句句是三思，实则句句都是请我赴死。好，你们这么乐意跪就跪着吧。圣子，现在该怎么办？派些弟子去置办举丧的行头，再去各派分发请柬，就说我派道虚老祖已自缢身亡，面言请各仙门中人前来参加老祖葬礼。这不好吧？重点是青云门的人务必要请到，此外灵仙门、无极门、万剑门这三派不要发请柬。是。若是请到人了，老祖他还是不肯自觉怎么办？无妨，其余弟子继续随我在此哭灵，老祖他会愿意的。
风雨欲来呀！嫣然在烦恼什么？嫣然叹气也这么漂亮。凡儿，你来了。怎么了？青云门现在这种情况，却突然联系不上3位掌门了，诸事烦忧啊。嫣然莫急，太虚秘境毕竟不同于其他灵境，里面不是据说有成仙的法子吗？联系不上，也许是3位掌门遇上什么机缘了呢。我知道，若3位掌门在秘境中有所突破，这对现今的青云门反倒是件好事。如今我们与青云门、玉仙门守望相助，又有你时刻盯着，自然不会出现之前那样的惨案。你还有什么可担忧的呢？只是这些事琐碎烦人，又要顾虑良多。我真想干脆提剑杀上门去，把所有人都料理了，来个清清净净。和平时温柔的嫣然相处久了，差点忘了这位主武力值可是当今第一。可是我身处这个位置，并不能只考虑自身。现在回想，还是仙魔大比之前那段日子来的畅快。话说，你刚刚是不是觉得我太凶了？我没有，嫣然，你可别瞎想啊！你刚刚是在怀念仙魔大比前的日子，对吧？那会儿我们一起去凡界的集市，一起看人间的烟花。是啊，那会子真的很开心。我给你变个法术。什么？看我的手！等等。你哪来这么多哄女修的鬼点子啊？能换嫣然笑得这样开心，不枉我潜心研究了好几天。呀，找嫣然好感。哼，一边玩去。禀老祖，大长老有要事求见，据说是道仙门送来一份请柬。道仙门？道仙门？道虚老祖自缢，去了一趟灵境回来，居然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江大哥，咱们至仙门和阴阳门，怕不是被孤立了吧？去看一眼就知道了。这次道仙门道虚的葬礼，各仙门齐聚，无论如何，我都要亲自走一遭。若是能调解，就皆大欢喜；若是不能，怕是一场大战无可避免。道虚，是我对不住你。哦，看来咱们只能做一个不速之客。倒是挺热闹，仙魔两道相交多载，道虚更是一门老祖，他的葬礼怎么能少了我魔宗之人？林道友，自仙魔大比后，一段时日未见，林道友的修为似乎更精进了些。客气，大哥，你谁啊？打不打赌？林凡绝对不记得这人是谁了。那我也要赌他不记得。喂，我还在前面呢，好歹等我走远了再说啊！见笑了哈，师妹们不懂事。无碍，师妹们天真活泼，真让人羡慕。不似我派师弟们一个比一个顽劣。况且我那时与众天交比，确实不怎么起眼，不记得也属常情。啊，玉仙门、青云门的道友已经先到里面了，各位请。我们老祖都已经自缢了，你们还想怎样？自缢了怎么了？死了的就声音大些是吧？我们老祖还也死了呢。道奇，不得无礼。发生什么了？吃个席怎么吵起来了？弟子，多点头，弟子。道奇，为何对客人如此失礼？圣子，我请他们为老祖上炷香，他们不仅不肯，反而还出言不逊。哪有受害者为加害者祭奠的道理？你们老祖是赎罪死的，你这人懂不懂赎罪是什么意思啊？早知道你们就这点诚意，我们就不来了。就是啊，还让人上香，我呸！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老祖是斩妖除魔、光明战死的呢。哼，自取其辱！你们别太过分！不闹，退下！啊，抱歉，是我们的错。不仅是这件事，还有之前在青云宗发生的事。
今天自然没有祭奠这个环节。诸位愿意来，已经是给我们仙道门颜面了。请往里请，前往大殿坐下即可。我派有几件事要宣布。这还差不多。哎，这人什么套路？总感觉没这么简单。我也不知道啊。一拳打在棉花上啊！看来道仙门是诚心道歉，不知他们要宣布什么。上次10连，我可是抽到了3张修为复制卡，3张满血治疗卡，还特地把露营都带在了身边。哼，不管一会儿发生什么，天王老子来了都奈我不动。哼！道仙门圣子张元峰是吗？不简单呢，难怪无主在道仙门插不进人。有这样一位圣子在，当真是滴水不漏。圣子，至仙门和阴阳门到了，我这就去。道奇，领诸位道友前往大殿就坐，莫要再惹事。是。你们道仙门没有掌门吗？怎么看起来万事都是由圣子做主？从前是有的，上任掌门退位后，老祖没有再指派掌门，而是令圣子全面接手宗门内务。圣子处事公正，手腕、能力、天资都无可挑剔，全宗上上下下都很信服。这听起来……系统，老实交代，说你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养了别的宿主？污蔑！赤裸裸的污蔑！请宿主正视我的能力好吗？如果我真的和这个张元峰绑定了，才会这么菜。宿主，你都已经大能进中期了，他才化神而已呀。手腕能力我是相信的，只是这天资从何谈起呀？抱歉，我没有嘲笑的意思，只是正好这么多天骄在场，尤其是这位天门弟子也在，谈天资，你们家圣子似乎有点不够看。没有，我的天赋也就一般般吧。您太谦虚了，如果弟子的天赋都叫一般，那我们不就都成了蠢材？这女人不对劲。虽然圣子的天赋在你们这些天骄里并不算出色，但也是我们这种普通修士不可企及的。况且我们道仙门门内还有长老们坐镇，一时的修为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全都相信圣子能带领道仙门走得更长远。说起来，最近仙门年轻一代中，似乎各自都有自己的领袖。至仙门的江帝爵，阴阳门的周宇，道仙门的张元峰，玉仙门的玉潇潇。不过他们老祖怕是担忧这次丧仪会出事，没让他来。青云门，算了，他们3个是被临时赶上来的。真正要揪起来，领袖应该是诸葛亮。我们天门就是这家伙了。虽然总是忍不住吐槽他，但林凡性格好，天赋优，遇事也靠得住，论起来也不比张元峰差，甚至要更出色许多。一瓶好感度加10。咋这么突然？我啥也没干啊！林凡兄弟，多日未见，别来无恙。江兄，好久不见。自从上次仙魔大比结束，我们道别后，后来发生的事竟然都被江兄猜中了。虽然有所猜测，但我也没料到竟会发生如此惨案。既然人都到齐了，那便开始吧。人齐了吗？看来这是没有邀请万剑门3派啊。今日邀各位前来，虽说一方面是我派老祖的丧仪，但毕竟老祖这事儿并不光鲜，所以另一方面，我派是想借此机会宣布几件事。一是对青云门之祸中，我派老祖所犯的错，我们深感抱歉。虽然先前在前厅中我有道过一次歉，但我想我应该当着众仙门的面再郑重的道一次歉。喂，这是在搞什么？我们要原谅他们吗？啊，就这样原谅吗？我不太想啊。可是道仙门好像就去了道虚一个人，事儿也不是他们干的来着。几位不要误会，我们没有强逼你们原谅的意思，只是想尽可能的做些弥补罢了。对于给青云门造成的部分损失，今日结束后，我会派人上门亲自送上赔礼。第二件事，则是要告知各位，关于当日发生的事，我们道仙门知道的全部经过。人还没有到齐，怎么就开始了？这就是道仙门的礼数，
当日我也亲自在场，不如由我来告知各位，岂不是更好？剑兰心，是你，拿命来！老祖报仇，师弟师妹们报仇！没完没了。背后不是对手。陈小生、范成、陈农好感加20，宿主加油！现在是大显身手时间。真的是，不要迷恋哥，哥只是个传说。林凡来的正好，正好撞到我手上了。且慢，既然当事人都到了，不如我们将一切摊开说清楚，也许有什么误会呢。方才道仙门不是正要说吗？不如我们先听听看。一触即发呀，这真的能调解吗？嘿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谁不知道他们狼狈为奸？不急，看看他们要说什么。既然弟子都这么说了，那就听听好了。这3人还能再双标点吗？当日之事我也很遗憾，我们几派上门不过是友好交流一下，是剑青云自己误会了，才酿成最后的惨剧。总之，不能让他们把万剑门的罪名定死。无耻！先不论误会的事，除了老祖外，我道仙门没有任何一个弟子长老参与，不知这点，剑兰星掌门可承认？道仙门这是想把自己撇开呀？难道道虚还不够代表道仙门吗？当然，只是老祖已经以死赎罪，我们也送上了赔礼，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我去询问了灵仙门和无极门，他们也一致指认万剑门是牵头之人。你有什么好解释的吗？这2个老匹夫，没有，只是你就算说破天了，这事儿也是4派一起去的。况且剑青云误会了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这就是我要宣布的第3件事了。即日起，经全宗圣下一致同意，道仙门宣布封山，你们有什么恩怨，可以自行处置了。我去，这么干脆啊！道仙门这么一做，反倒是认定了我们参与的4派都有罪，而且赎罪不做到道仙门这种地步的话，都会遭人诟病。好深沉的心思。既然如此，那我们就该处理罪魁祸首了。出去打吧，别打坏了人家大殿。多谢。哼，林凡，你好大的口气！区大能境也敢这么和我天元3境的修士说话？纵然赵嫣然给了你秘书，我派老祖祭奠完道虚老祖，可稍后就到。林凡兄弟，不要逞强。弟子，我们也来。放心，我一个人足矣。一日修为复制卡。狂妄！那就让我先来教训教训你，无量剑！定，去！什么？到我出招了。天雷诀到手还没用过，不知道配合嫣然的修为会有多强的效果。天阴了，难道这是天雷诀？一鸣万里！不愧是弟子大人。分别不到几个月，林凡居然已经强到了这种地步吗？我妄称仙门年轻一辈中的第一人，可笑，不过是井底之蛙。这天门弟子恐怖如斯，一定要赶快汇报给我主。林凡是竟然是传说中的天雷诀，没想到林道友居然得到了萧飞大帝的传承，真令人羡慕。侥幸罢了。我去，天雷诀消耗比圣元诀还大，赶紧用一张满血恢复卡补补蓝。林凡，你莫要欺人太甚！打了小的来了老的，哼，来再多也没用，因为我现在无敌。先杀我派2位掌门铁心和苍月，现又杀死我第3位掌门，欺人太甚！听起来我似乎确实和这个位置上的人杠上了。不对啊，喂，老头，
你不要仗着年纪大血口喷人啊！剑铁心和剑兰心那是死有余辜，大家都有目共睹的。至于剑苍月的死，怎么就算到我头上了？哼，你还想不承认？当日你前后脚连杀了铁心和苍月，万剑门那么多弟子都看见了，不是你一张嘴就能甩掉的。看剑！哎，你这老头还胡搅蛮缠起来了，那就别怪我不尊老爱幼了。圣人群！万剑门剑圣老祖据说修为接近虚仙了，都被一掌击退了。看来我和林凡兄弟早已不是一个境界的人了。你杀了我吧，我无法为万剑门3位掌门报仇，又害死了老友，我会在地下诅咒你不得好死。我才不杀你，你把话说清楚。成王败寇，有什么好说？老祖恕罪，害死苍月掌门的不是林凡，是剑兰心掌门啊！哦吼，你在胡说什么？不杀你怎么行？你和林凡总得死一个吧？不敢隐瞒老祖，剑苍月掌门当初其实只是受伤，并且这伤还不是林凡动的手。在林凡来之前，剑苍月掌门就已被天门掌门打伤，是剑兰心为了掌门之位，于是……哇，真是一场大戏！那女人挨了一劈，真的活该，比我想的还坏。慑于剑兰心威胁，我一直不敢说出此事。如今见老祖步步走错，我实在于心不忍。我步步都错了吗？老祖未发现剑兰心狼子野心，百般纵容凶手，先害死青云宗众人，又连累死道虚老祖，已是罪孽深重啊！不对，他要干什么？如今罪魁祸首已诛，为了赎罪，我先行一步，在下面等着老祖。可惜了一个好用的傀儡。好，为了赎罪。没想到今日竟发生如此多闹剧，招待不周，还请各位道友见谅。哪里，圣子客气了。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也不是你们能预料到的。尤其是万剑门那两个，一个接一个的发癫，这谁能猜得到？是啊，我来时还想为各位调解一番，谁知最后竟以这种结果收场。幸好这次有林凡兄弟在。没错，这次真是多亏了林道友，尤其是林道友那一手天雷诀，太惊艳了。没有，我懂，没有人能拒绝一劈一个小垃圾的快乐。不过如今青云门、万剑门实力大不如前，灵仙门、无极门与魔宗勾结，仙门示弱，道仙门仍然执意要封山吗？没错，道仙门一封山，只怕魔宗立刻就会来势汹汹了。后去道仙门这边能打的只有4个了，魔宗那边7个还带2个仙门叛徒，4比9，有点麻烦啊。我何尝不知，这是宗门上下一致决定的，暂且让道仙门避开这一时的风雨。不过，若是仙门危机存亡时刻，2位来信给我，我道仙门也责无旁贷。唉，你这圣子也不好做啊。江帝爵好感加20，张元峰好感加20。这3人的交流，别人完全插不进去。仙门年轻一代中的3位领头人和除了拳头就没什么用的其他人，我主称霸的时代到来了。想不到你此次去道仙门，竟发生了这么多事。我也想同你一起出门，不过可惜这次应该是不行了。嫣然要出门吗？这事我正头疼呢。仙门9宗如今势力大损，3位掌门又身在太虚遗迹中迟迟未归，魔宗那边已经蠢蠢欲动了。我得去一趟太虚遗迹，将3位掌门带回来才行。可是魔宗那边一直不敢妄动，就是因为嫣然你还在外界镇守。如果你去了太虚遗迹，那边恐怕会立刻动手。但是除了我，还有谁能去带回3位掌门呢？哼，万事有我呢。你如何去？麒麟有破壁之能，不然当初他也不会误入萧飞境。更何况自我得到萧飞大帝的传承，萧飞境已自动认主。若遇到解决不了的危机，我还能带3位掌门遁入萧飞境，得以自保。
我去是最合适的。说的有道理，而且凡儿在道仙门中接连击败剑兰星和剑尘，已经证明了他的实力，绝不比我亲自去差多少。他现在只缺境界上的提升了，让他去历练一番也好。没想到凡儿已经成长得这么可靠了呀。也好，不过太虚秘境不同于其他灵境，我再喊一个人与你同去。谁啊？哼，你就是林凡呀，真人比投影上看还要俊。投影？没什么，被凡儿知道我偷偷看他，也太羞耻了。好了，今日来我们是来谈正事的。玉儿，就劳烦你陪林凡跑一趟了。里面还有我御仙门的掌门，姐姐说这话太客气了。这两人之间似乎有点苗头，被我捉到了哦。那我们什么时候出发？哎，不急，先去一趟凌霄城。凌霄城？去那儿干什么？凌霄双影这么多年举办仙魔大比，就是为了维护仙魔两道的关系和平衡。如今平衡已破，凌霄双影不可能不出手应对。老祖实力虽强，但到底独木难支，请凌霄双影出山照看仙门，他们一定不会拒绝。凡儿，长得俊，实力强，贴心又聪颖，姐姐眼光不错嘛。那就拜托两位隐者前辈了。你小子就放心吧，有我们在，这仙魔大战一时半会定打不起来。先是赵嫣然和夜魔宗那个小辈，现在是玉如瑶和幽影，这小子吃的比本尊当年都好。多谢前辈，那我们走吧。这是哪儿？我怎么晕过去了？这里是秘境，有点眼熟啊。凡儿，你醒了。嫣然，我不是刚进太虚秘境吗？你怎么也在这儿？等会儿，这儿似乎是你的洞府。你呀，日子都过迷糊了。你去太虚秘境都是好几年前的事了，你搬来和我住的多久了？这里不是我的洞府，还能是哪儿？好几年？可是我才刚进去啊！不对，难道我失忆了？也不烧啊。你今日是怎么了？这么一惊一乍的，该不会是昨晚激动过头了吧？激动？今日有什么大事吗？今日是我们定好一同飞升的日子呀。飞升？你今天真的很奇怪。好吧，既然刚你提起太虚秘境，那就从那时说起。几年前，你从太虚秘境平安带回3位掌门，你们都实力大涨，仙魔大战爆发，你领着众人成功肃清魔道，成为了天门掌门，正道之首。竟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我毫无印象。莫非我又穿越了一回？我们的关系也已告知世人了，所有人都很祝福我们。前几日你成功突破赤地境，于是众仙们决定为我俩举办一场飞升大典，共同见证我们飞升仙界。听起来好像没什么不对劲，浑身也确实充满了力量，但总感觉怪怪的。快起来收拾一下，他们人都到齐了，再躺下去就要错过时辰了。真是羡慕林凡兄弟啊！修真之路仅仅走了20-30载便可以飞升，踏入仙途。是啊，这一代天骄之中有他在，其他人便如萤火之光，衬托明月。江大哥莫急，你很快也会追赶上去的。这么快就要离开了吗？这小子，我迟早会去仙界找你的，等着我。我舍不得林凡哥哥。那灵儿可要抓紧修炼了。凡儿，我们下去吧。好。十分感谢各位来参加我和林凡的飞升大典，该嘱托的我们前2日已经一一交代完了，今日没什么其他好说的，唯有祝福诸君来日仙界见。开始吧，我们一同渡劫。这雷和我的天雷诀有些相似啊。发什么呆？我们冲上去接下这道天雷，只要挨过9981道雷劫，便可飞升上界了。哇，终于进来了！宿主，快躲开，这是假的！假的？哇！凡儿，
为何要躲？你不想同我一起飞升吗？不是嫣然，这里不是现实，这里是幻境。醒了？哟，这么快，才1个时辰，我以为起码得2天呢。悟性不错啊，我当年足足耗了1整天才成功苏醒。前辈知道刚刚那是什么吗？刚刚真是多亏了系统。唉，差点失去一个得力的宿主。太虚秘境的必经考核，太虚幻境，每个第一次进太虚秘境的人都要经历一遍，不伤及性命，但不能提前告知，否则非但什么好处都得不到，更得不到太虚秘境的认可，在秘境中寸步难行。前辈既然这么说，那意思是通过幻境能得到什么好处了？不如检查一下你的身体。比如牙好感加10。我的经脉似乎被拓宽了，修为也精进了不少，再有一点便可触及天元3境。不错，20多岁的天元3境，天骄当如是。走吧，去寻3位掌门，这只是个下马威，太虚秘境的秘密还多着呢。啊！该死！什么？好，是兽潮！这群妖兽怎么了？我们撞上了太虚秘境100年一遇的兽潮期，所有妖兽都无差别的四处冲撞。主人，快上来！还好带了塔防，前辈快上来！我说，前辈你好歹也是虚仙境的大能，为何也要如此狼狈的逃跑？你有所不知，兽潮一般维持1个月左右，太虚秘境最不缺的就是妖兽了。要是硬碰硬，我耗也能被耗死。如非必要，还是躲着走得好。原来如此，所以3位掌门是因为兽潮被困住了吗？那倒未必，以他们3人的能力，兽潮不一定能困住他们，也许是被别的什么绊住了。等到晚上，兽潮就会短暂平静，先找个地方躲一躲，到那时我们再寻寻看。太虚秘境当真不凡？再不凡也没有你本人不凡。你当谁闯秘境都有麒麟和幽银相伴的吗？还有7家旅行好助手系统在，宿主你就偷着乐吧。安全了，兽群往另外一个方向去了。如今天色尚明，等到晚上还要许久。不如向里走走，这洞穴似乎很深。也好，这次进太虚秘境对你来说也是一番机遇，干等反而是损失。传闻太虚秘境有一部登仙的机密，这个传闻已经流传数千年了，真假不知。从我志同时就有所耳闻，至今未见一人成功。倒是隔3差5就听说有修士在太虚陨落，可不可以一步登仙不清楚，但可谓3步一险。难怪双影当初特意叮嘱，不至天元3境不可闯太虚。以你的天赋，何必强求登仙的捷径？你飞升只是时日问题罢了。还是说你想尽快同姐姐？瞒不过前辈慧眼，只是我和嫣然身份差距太大，怕惹世人非议，还请前辈暂时保密。放心吧，我什么身份啊？御仙门堂堂老祖，还能随便与人八卦不成？这种事当然是直接找当事人八卦比较有趣。嫣然10年内必定飞升，我已立誓，10年内一定做到与嫣然共同飞升。唯有尽快提升实力，我才能光明正大站在他身边。不错嘛，很有觉悟，世上难得有情郎啊。比如牙好感加30，露营好感加20。似乎越来越冷了。啊，前面有东西。哼，运气不错，这是杜宾冷泉，泡一泡对修行很有好处，还能治愈暗伤。好凉。这么冷，真的能泡吗？你试试不就知道了。哎，等等，如瑶前辈。啊，抱歉啊，怎么样，冷不冷啊？比如阳露营好感加10。居然不冷，有一股热流包围丹田，游走经脉，很舒服。哎，你们也快下来。7年旧伤似乎都治愈了些。好玩儿！突破了！太棒了，主人！杜宾泉果真有奇效，再泡一会儿吧，稳固住境界。
真凶，竟敢擅闯我的地盘，受死！尊者何必动怒？我们只是不小心误闯，这就离去。少废话！既抛了我的冷拳，那就把命留下来。这龙听不进话，先打服了再说。只能如此了。大逆魔，笑话！不知小辈，我吸！大王子别搞笑，和露营躲远点，免得误伤。是，有点眼熟。是。修为不知却还有一手，这只是我看起来修为不输于无氧，甚至比你更胜一筹。估计不是地境，飞升不远了。用了，天雷诀，引！熟悉到灵魂的感觉。小飞弟，是你吗？啥？这是大水冲了龙王庙，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。小兄弟，你早说你是萧飞大帝的传人，我不就不动手了吗？你也没给我说的机会啊！浪费一张复制卡，血亏。这只龙我见过，狡诈阴狠，但罪不至死。以前被主人见一次劈一次，后来很久都没见到了。主人还以为他在哪个角落栽了跟头，原来是躲到了太虚秘境。